女孩习惯了靠杀人来赚取生活物资，所以当穿成贵族学院最下等的 F 级学生时，比起遭受校园霸凌，让她更头疼的是自己身无分文，因为没有人给她派发任务，就算她把整个学院屠了，也不会有人给她支付半分钱的佣金。于是，女孩在学校论坛注册账号发布帖子，承接各类委托，绝对高效且保密。结果不到半小时，一条私信弹了出来，金钱豹说：“哟，业务范围挺广啊，我这有个单子，你接不接？去1号教学楼5楼的学生会办公室，把会长的印章拿出来给我，事成之后赏你100块。”发完这条，金凯得意地向后一躺，他料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生绝对会被吓得屁滚尿流。然而就在他准备关掉界面的一瞬间，一声清脆的提示音猛地响起：“你的具体房间号。”屏幕那头的金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 F 级新生还真能装。于是他也玩味地敲下一串数字：6号楼302。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林岩只回了2个字：收到，然后将手机重新扣在床上。他站起身，开始更换他的狩猎装备，兜帽卫衣、特制手套，再戴上口罩，还有那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黑色背包被他甩在身后。接着他拉上兜帽，瞬间阴影吞噬了大半张脸。好了，任务正式开始。他悄然绕到7号楼的背面，身影如脱兔般猛地一跃，便悄无声息地落回地面。校园的夜晚和白日简直是2个世界。主干道上，惨白的路灯将一切都照得毫无遁形。定时巡逻的保安正迈着固定的步伐，而那数十个高清摄像头就像一只无情的眼睛，在不同角度缓缓转动。启琼学院的安保系统堪称天罗地网，号称连一只苍蝇飞过都会被记录在案。可设计者偏偏算漏了一点，他忽略了人是可以像壁虎一样在墙壁上行走的变量。他的身影在一座古典喷泉的雕塑后稍作停顿，前方就是学院的心脏地带，教学楼区域。那为首的1号楼正是他的目标。没想到1号教学楼的安保力量竟然如此薄弱，毕竟在他们看来，谁有那个胆子敢闯进学院的绝对核心。此时正门处灯火辉煌，2名保安如雕塑般处在门的2侧，一动不动。林岩的目光丝毫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而是缓缓上一像猎鹰般审视着大楼的外墙。那些装饰性的浮雕、窗台的边缘都成了他眼中的阶梯，贯穿楼体的排水管道，3楼和4楼之间的空调外机平台更是第一个绝佳的落脚点。他迅速绕到教学楼的侧面，这里正是监控的死角。他从背包里摸出一卷内米线，线的另一端是一个小巧的磁吸式挂钩。下一秒，他手腕猛地一抖，挂钩在空中划出一条冰冷的弧线，精准无误地吸附在2楼窗户的金属框上。他用力拽了拽，确保万无一失后，身体便如羽毛般离地而起，沿着墙壁向上游走，很快便稳稳地落在了3楼的空调外机上。他没有片刻停留，身体再次发力，继续向上攀爬。可就在这时，当他的手指即将扣住5楼一间办公室窗沿的瞬间，楼下竟然传来了细微的交谈声，一道带着抱怨的尖细男声猛地刺破了夜的宁静。真是的，波利西亚小姐又把设计稿忘在画室了，非要我这么晚来取。而另一个声音倒是沉稳不少，能为一级的大小姐效劳，可是你的荣幸啊，托尼，快去快回吧。瞬间，他整个人如同壁虎一般，死死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呼吸彻底停住，脚步声由远及近。接着，2个人影消失在1号教学楼的入口。大约过了3分钟，那个叫托尼的男生哼着跑调的歌，拿着一个画卷筒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脚步轻快地消失在夜色里。终于，危机解除，他身形一番灵巧地钻进半开的窗户，整个杂物间漆黑一片。他利落地收好工具，下一秒便悄无声息地穿过障碍，轻轻拧开了通往走廊的门锁。他鬼魅般地来到学生会办公室门前，却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缓缓蹲下身子，视线与门锁齐平。眼前这东西竟然是个极其复杂的复合式电子密码锁，没想到旁边还有一个不起眼的指纹识别区，强行破解的下场就是警报大作。于是他的视线扫过门框四周，结果在门顶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微型红外感应器。他再次从背包里摸出他的宝贝，几根细如牛毛的金属探针，在他指尖灵活的跳跃，就像有了生命一般。他将其中最细的一根探针小心翼翼地探入了门缝的上方，而探针的尖端涂抹着一种特殊的导电凝胶，这可是组织特制的玩意儿。他正在尝试绕过主系统，直接给门锁的控制芯片发送一个虚假的开门信号。这不仅需要对启琼学院的安保系统型号有精准的预判，更是需要稳如磐石的手法。时间1分1秒的流逝，他的额角渗出了一丝细密的汗珠。终于，滴的一声脆响，成了。他迅速收回工具，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他闪身而入，然后轻轻将门带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印章。林岩完美避开对准大厅的监控，径直走向那张象征着绝对权力的巨大办公桌。这里为了防止拍摄到机密文件，恰好是监控盲区。他拉开抽屉，里面是分门别类的文件，没有。第2个抽屉竟然上了锁。他再次拿出开锁工具，这种老掉牙的物理锁对他来说简直比电子锁还要简单。几秒钟后，锁应声而开，抽屉里一枚由整块田黄石雕刻的印章正静静地躺在天鹅绒的凹槽里，顶部盘绕着精致的瑞兽，底部刻着5个古朴的篆字：启琼学生会。他将那枚印章塞进一个特制的防静电小袋里，扎紧袋口，确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与此同时，6号楼302室，金凯正戴着耳机在游戏里疯狂厮杀。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嗡嗡震动了一下，是那个穹顶之下论坛的消息。他不耐烦地划开屏幕，一条简单的回复映入眼帘：是 A。紧接着又跳出2个字：开窗。金凯瞬间愣住了，他下意识扭头看向自己身后的那扇窗户。他住在3楼，不高不低，窗外是楼与楼之间狭窄的过道，再远一点就是篮球场那高高的铁丝网。开什么玩笑？金凯不屑地撇了撇嘴，接着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准备打字嘲讽那个叫的家伙。哥们，你发什么神经？偏偏他输入的字还没敲完，一道毫无情绪起伏的声音
竟然就在他身后悠悠响起。东西到了。这下金凯的血液瞬间凝固，这里可是3楼，是他反锁了门的独立宿舍。他的脖子像是生了锈的齿轮，一寸一寸的僵硬转了过去。结果一个黑影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他身后不到2步的距离，对方全身都裹在黑色的卫衣里，兜帽压得极低，口罩更是遮住了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只露出一双沉静到可怕的眼睛。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林岩懒得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伸出手慢悠悠地掏出了那枚印章，紧接着又将和印泥摆在了他面前。瞬间，金凯的眼珠子就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死死地定在那2样东西上，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他这是在做梦吗？林岩丝毫没理会他见鬼的表情，只是自顾自地打开印泥，用印章轻轻一蘸，随手从他桌上抽出一张4纸，砰的一声盖了下去。启琼学生会。见状，金凯的呼吸猛地一滞，他另一只手抖得像筛糠，颤颤巍巍地摸起手机，点开学校官网，找到了那个他看过无数遍的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学生会标志图案。没想到竟然连字体篆刻的细节都分毫不差。他在抬头看向林岩时，那眼神已经从震惊彻底变成了见鬼般的恐惧。这不是恶作剧，这个疯子，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怪物，竟然真的在不到1小时内就闯进了戒备森严的1号楼，潜入了学生会办公室，拿到了那枚象征学院最高权力的印章。他当时真的只是在开玩笑啊！林岩冷冷地吐出一个字：钱，瞬间打破了房间里的死寂。哦对，钱。金凯这才如梦初醒，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到床边柜子旁，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堆破烂里翻出一张现金。林岩接过钞票，借着电脑屏幕的微光扫了一眼，确认无误后便对折塞进口袋。目的达成，他一个字都懒得多说，转身就走向了那扇还开着缝的窗户。等等，大哥，等等，这玩意我拿着会死人的。我当时就是开个玩笑，只可惜林岩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在夜色里。我太 M。金凯嘴唇哆嗦着，在原地傻站了很久才冷静下来。接着他打开手机返回那个帖子，结果页面上只显示一行冰冷的字：原帖不存在。而那枚印章被他死死攥在手心，温润的质地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掌心和神经都在发痛。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扔掉？扔到垃圾桶下水道？还是埋进学校的小树林里？不行，万一被人翻出来怎么办？金凯越想越怕，他甚至已经能看到自己被学生会的人拖走，被剥夺学籍，被家族彻底放弃的画面。而就在这时，7号楼404室，林岩回到了他那间空旷的宿舍。他脱下那身装备，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崭新的100块，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它铺平，放在光秃秃的桌面上。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挣到的第一笔合法收入。第二天一早，他刚踏出宿舍门，就撞上了同样准备出门的谢浩然。少年看到他时脚步明显一顿，却又在下一秒瞬间恢复了往日的冷漠。谢浩然的背影依旧挺得像一杆标枪，可脚步却比昨天多了几分刻意的疏远。林岩也没说话，只是沉默地跟在他身后悄无声息地走着。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他们很快汇入了更多穿着暗灰色制服的人流，这里的位置不能乱坐。谢浩然在他身边用只有他们俩能听到的声音飞快地提醒，靠窗和角落那些都是默认留给那些人的。总之我们别去。他指了指大厅中央最拥挤的区域，我们只能坐那，而且得快点吃完，不然会被人赶。林岩点了点头，表示明白。结果排了快10分钟的队，才终于轮到他们。窗口后面的厨师一脸麻木，那手里的勺子抖得比帕金森还厉害，每一勺菜都少得可怜。谢浩然倒是习以为常，熟练地点了最便宜的1荤2素套餐，而所谓的1荤，不过是几片飘在油汤里的可怜肉末。他向来是这么简单解决早餐的。轮到林岩时，他盯着窗口上方的菜单看了几秒，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糕。要是只吃这7块钱的套餐，他这具高消耗的身体根本撑不住。1份米饭，1份土豆泥，1份水煮蛋，2份鸡胸肉。他平静地报出菜名。这下打饭的阿姨都愣了一下，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林岩。他似乎没想到一个 F 级学生竟然敢点这种高价套餐，一共22块。厨师不耐烦地报出价格，林岩拿出早就充好值的身份卡，滴的一声刷了过去。谢浩然端着盘子已经走了，他故意在人群里绕了好几圈，最终在一个紧挨着垃圾桶和餐盘回收车的角落停了下来。这里是食堂里最让人嫌恶的地方。他放下餐盘，僵硬地坐下，林岩却毫不在意地在他对面落座。接着他拿起筷子，开始规律而高效地扫荡盘中的食物。谢浩然的视线先是落在自己那几片可怜的肉末上，紧接着又偷偷抬眼飞快地瞟了对面一眼。林岩突然抬起头，对着他神秘地眨了眨眼。这里的早餐不值，等到中午就能点外卖了。他吃饭的动作一顿，安静地看着谢浩然，接着在谢浩然疑惑的目光中掏出手机，点开了那个点饭外卖的 app。下一秒，花花世界瞬间迷住了他的眼。什么？竟然有10几块的韩式拌饭？什么？只要20块就能吃到8块肉松炸鸡？当他点开某外卖页面时，更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只要8块钱就能吃到图片上那种有肉有蛋还有蔬菜的豪华大餐。就在他把头埋在手机里认真研究着怎么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多热量时，谢浩然却听到了周围学生们的窃窃私语。一开始只是邻桌几个 F 级学生在交头接耳。喂，你们听说了吗？今天早上学生会的印章竟然不见了，真的假的？谁这么大胆子？不知道啊，没想到外面的监控竟然什么都没拍到。与此同时，学生会的人彻底疯了，开始挨个排查所有人的夜间出入记录。早餐时间转瞬即逝，俩人一前一后走出食堂，道路两旁的学生们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压着嗓子交换关于印章的最新传闻。结果每当有佩戴高级腕带的学生巡逻经过，那些议论声便会瞬间消失。谢浩然对这些充耳不闻，他只顾着朝教学楼的方向走。林岩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始终跟在他身后。大概走了30米，谢浩然突然停下了脚步，却并没有回头。作为新生，
这种时候还是别乱晃比较好。好。林岩没动，谢浩然也没动，空气死寂了几秒钟，最终这份沉默被一声极轻的叹息打破。那你跟着我做什么？林岩歪了歪头，刚要开口，却又想到了什么。我点了2份披萨，你吃吗？他晃了晃手机，刚接到电话，外卖小哥被拦在了1公里外，只能让他把东西藏在个隐蔽地方。我们一起出去拿吧。谢浩然不知为什么如此利落地答应了他。于是两人来到了校园大道，没想到校门口竟然多出了一堆黑衣人，审查变得前所未有的严格。学生会的权力在学校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了相当一部分的阶层利益。如果那拿了印章的人擅自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审查队伍长得望不到头，烦死了！到底是谁干的？查个东西而已，至于这么大阵仗吗？有一个 C 级学长在漫长的等待后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接着他猛地一回头，视线在长队末尾扫了一圈，定格在了林岩和谢浩然身上。他轻蔑地抬了抬下巴，喂，你们2个，反正排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去活动中心帮我把落下的平板拿过来，等我进去了，没准还能跟安保说一声，让你们也快点。这话一出，周围瞬间响起几声压抑的窃笑，那份嘲弄简直不加掩饰。谢浩然对这种场面却像是家常便饭，连眼皮都没敢抬一下，只是低着头。可谁知少女却老老实实的回答，语气平淡，不好意思，我们要去拿外卖，没空。此话一出，那学长直接被这么一本正经的回答逗笑。哈，拿外卖。他的笑声引来更多目光，整个队伍的气氛都变得微妙起来。紧接着他戏谑地问他吃的什么，没想到林岩竟真的打开手机，屏幕上是简洁的订单，香煎鸡排加滑蛋加时蔬加米饭，金额8.00元。他甚至还认真地回答，我点了8块钱的鸡排和蛋饭。噗，这下嘲笑声更大了，他古怪又呆板的反应瞬间让他成了一个天大的笑料。而谢浩然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林岩被一群人当作笑点取笑，他默默低下了头。当然这一切林岩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取笑完后，没人再多看他一眼。就在这时，旁边的谢浩然却默默上前一步，他用自己的身体隔开那些若有若无的窥探视线，他的动作很小，让人不易察觉。随后他低声开口，我们可以过去了。可谁知林岩竟然罕见的有些失望，他小声嘀咕，所以他不是来问我满减教程的吗？原来他算了半天优惠券才用8块钱拿下2份拼饭，他还以为对方是真心请教，甚至想把这当成失业后迈出社交这一空白领域的第一步。听到这话，谢浩然瞬间沉默，移开视线。那些人对省钱没兴趣，他们只是想找点乐子。林岩眨了眨眼，乐子？他的8元套餐是乐子吗？可他并不这么认为。最后两人顺利通过安检来到外界。就在林岩掏出终端时，谢浩然的目光却落在他手里的黑色手机上。你有2个手机？林岩淡定点头，我用这个在网上赚钱。网上赚钱？谢浩然愣住，是做自媒体吗？他没想到他竟然会在网上赚钱。林岩看了眼钱包里仅剩的70块，默默发布一个委托帖，标题：承接各类委托，绝对高效且保密。正文赫然写着：业务范围、目标清除、信息收集、物品获取。然而整个论坛都在讨论印章被盗的事，他发出的帖子瞬间被覆盖了下去，根本没人注意。与此同时，金凯在宿舍死死盯着电脑，当他看到发帖人再次上线时，几乎要哭出来。他疯狂私信，哥在吗？你救救我行不行？把那玩意儿给我放回去，你要多少钱都行，我快要吓死了。而此时的林岩正和谢浩然坐在长椅上，饭还温热着，他满心期待地打开盒子，下一秒他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这简直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而一旁的谢浩然刚咬一口肉，差点当场咳出来，他猛地拿起纸巾，委婉地问他，你点的是哪一家？林岩咽下一口饭，划开手机，谢浩然眯起眼，手指往下一滑，月销10家，评分高达3.1，而评论区竟然清一色的一星差评。少年默默放下筷子，一把按住他的饭盒，别吃了，以后别为了便宜就吃这种东西。第一次请人吃饭就以失败告终，林岩有点遗憾，他默默吃掉唯一正常的煎蛋，然后果断盖上饭盒。饥饿感依然存在，但他能忍。下一秒，谢浩然站起身，直接将2份饭扔进垃圾桶。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林岩没犹豫，乖乖跟上。走着走着，他掏出那个黑色小手机，飞速发出一句话：任务内容。对方几乎是秒回，大佬，你终于回我了，求你把印章放回去，价格你随便开。林岩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敲击，确定原路放回是吗？那边竟然没了回复。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他：你又在赚钱吗？谢浩然不知何时停下，正回头死死盯着他手里的黑色终端。林岩淡定点头，谢浩然没有追问，毕竟目前他和他的关系，他也说不上来。他只是话锋一转，你吃牛肉面吗？闻言，林岩敲击屏幕的动作瞬间停下，要多少钱？我请你。不用钱。谢浩然顿了顿，又补充一句，算是感谢你之前的帮助。之前的帮助？林岩满脸疑惑，他明明只是想要一个苹果和一个梨，但他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好，有人请客就能省钱，这对于资产不足100块的他来说，简直是天降横财。紧接着，谢浩然带他穿过公园，走向了与学院截然相反的旧城区。最终，他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面前停下，褪色的招牌上写着赵叔牛肉面，老板2碗牛肉面，1碗多加肉。谢浩然熟忍地喊道，随即指了指身后的林岩，他的那碗。说完，他便走到最角落的位置坐下，那里恰好可以看门外的情况，又不会被人轻易打扰。林岩跟着坐到他对面，刚放下背包就立刻打开终端，一条新消息赫然弹出：金钱豹。不放回去。金凯永远忘不掉之前发生的事情。原来就在前天，一个叫赵明的抢走了自己的女朋友，甚至逼他在全班同学面前下跪。金凯本想看到的新帖子后，第一时间把印章还回去保命，但下一秒，他脑中闪过的全是那天被嘲弄的眼神，以及那个女孩不忍又怜悯的表情。
他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万一呢？万一这次就是报复赵明的绝佳机会呢？于是他猛然敲下一行字：金钱豹，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地级的赵明。林岩眼神一凝，立刻回复：时间地点发我，还有别的要求吗？对方几乎是秒回：金钱豹，明天中午12点半，新人后勤部，赵明正好轮值，大佬一定要让他拿到，最好是当着很多人的面。林岩的指尖在屏幕上瞬间停顿，当着很多人的面，这不相当于公开处刑吗？这个要求直接拉高了任务的风险。然而下一秒，他却给出一个惊掉下巴的价格，总价500，需要预付200。屏幕那头的金凯心脏猛地抽搐，只要500，这种要命的风险，就算他给5万都不过分。但他不敢多问，立刻转账。很快林岩就收到200块。原来他早上就试过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银行卡，钱没了但功能还在，于是他果断绑定了这个论坛账号。这是第一次接单，他相当谨慎，所以就要了个小钱先探探路。可就在这时，面来了，小姑娘，你的多加了肉，慢用。赵叔洪亮的声音猛地打断他的思绪。2碗热气腾腾的面稳稳放在桌上，那碗竟然比林岩的脸还大，而谢浩然那碗只有薄薄一层牛肉，可林岩的碗里牛腱子肉竟堆成一座小山。他放下终端，拿起筷子夹起一片牛肉送进嘴里，软烂入味。接着他又挑起一筷子面条，裹着滚烫的汤汁呼噜一声吸进嘴里，好吃。于是他再没任何多余动作，一口面一口肉在一口滚烫的鲜汤。他的吃相很安静，速度却快得惊人。可对面的谢浩然却吃得很慢，他不像林岩那样专注于食物本身，而是习惯性地观察着周围。他的视线扫过门口，扫过老板，最后却不自觉地全落在林岩身上。这个女孩饿得像只迷路的小兽，可下一秒她又猛然摇头，不对，她能轻易折断别人的手腕，拖动几个成年男人，她到底是谁？接近自己又有什么目的？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碗牛肉面吗？谢浩然嘴角泛起一丝自嘲。就在这时，林岩突然抬头用筷子指着自己的碗，他已经吃掉大半碗面。这个多少钱？谢浩然一愣，28，我那碗15。林岩默默记下这个数字，28块换来这种满足感，值。如果天天有任务，那就能天天来吃。于是他看着他，一脸认真，我之后会把钱转给你。谁知谢浩然却放下筷子，不用，我说过，我请你。好，林岩从善如流的点点头。可下一秒，他就问出一个让他灵魂震颤的问题：你人很好，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朋友这2个字，在他过去19年的人生里简直就是个笑话。所有伸向他的手，不是为了将他推入深渊，就是为了榨干他最后的价值。谢浩然几乎是立刻就拒绝，不了。谁知林岩只是抿了口汤，安静地看他。片刻之后，竟然问出一个更离谱的问题：好吧，那你以后还会请我吃面吗？这叫什么逻辑？谢浩然明显一愣，看情况。然而林岩似乎根本不在意，他哦一声，就再次低下头，将碗里最后一口汤喝得干干净净，心满意足。他擦了擦嘴，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直勾勾地看着还在吃面的谢浩然，那目光纯粹又直接，看得谢浩然浑身不自在。终于，他没话找话，试图打破这诡异的安静。以后不要再点那家外卖，你想吃什么可以先在论坛上看看测评。没想到林岩竟像发现新大陆，论坛还有这个功能。美食区。谢浩然只好继续解释，要看帖子的回复和点赞，别只看主楼。好，林岩立刻拿出手机，真的开始寻找所谓的美食区。就这样，一顿饭在诡异的和谐中结束。谢浩然付了钱，带着林岩走出面馆，他自然而然地开口：我送你回宿舍。林岩跟在他身后，却一边走一边研究手机。突然他猛地抬头问道：这个人均8K 的日料是智商税吗？这个帖子下面回复很多，你看怎么样？谢浩然按了按额角，那不适合我们看，你筛选关键词，比如评价食堂外卖。下一秒，林岩像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瞬间就被论坛吸引，整个人几乎要埋进手机里。就这样，林岩跟着谢浩然一路走回了启琼学院。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竟然聚集了几十名学生，他们围成一个圈，窃窃私语，气氛明显不对劲。林岩抬头，只见谢浩然瞬间停住脚步，眉头紧锁。在启琼学院，人群聚集通常只有2种可能，一是高等级学生的娱乐，二是低等级学生的灾难。然而这2种很多时候都会重合。下一秒，谢浩然压低声音：我们换一边走。林岩还在盯着手机，却稳稳地跟在他身后。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与人作对，就在他们即将绕过人群时，一个清亮却又带着谄媚的声音猛然响起：哟，那不是谢浩然吗？鬼鬼祟祟的，想去哪儿啊？声音来自一个 C 级万代的男生。他一开口，所有目光瞬间聚集过来。林岩看到谢浩然的身体在那一刻变得无比僵硬，他好奇地望向人群中心，那里的场景十分诡异。一个穿着考究休闲西装的男生正和一位级学长称兄道弟，可那位学长脸上却满是强装镇定的神情，而那个男生手指间夹着未点燃的香烟，手腕上那枚暗金色腕带是全场最不容置疑的权力徽章。吴越，新生里唯一的 S 级生。只听吴越轻飘飘的开口：学长呀，你都来找我2、3次了，都说我对学生会不感兴趣了，现在是不是有点烦人了呢？明明是轻柔的语气，字句却如同千钧之重。话音刚落，那位级学长的脸色瞬间一阵红一阵白，他张了张嘴，最终只能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是我冒昧，吴越同学，你忙。说完，他几乎是狼狈地抽身而出，带着跟班钻进人群，转眼间就消失不见。就这样，一场无形的交锋以 S 级的完胜告终。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可那个叫吴越的男人却像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随手将烟别在耳后，目光懒洋洋地扫视人群，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一个 C 级男生身上。他微笑着开口：阿奇，你刚刚在看什么？那么热闹。被点到名的李奇身体一震，他立刻堆满笑容凑上去：没什么，岳哥。他猛地一指，就是看见2个不长眼的老鼠想替您清路。他指向的正是林岩和谢浩然的方向，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整个包围圈都听得一清二楚。
下一秒，所有探照灯般的视线齐刷刷的聚焦过来。当吴越的视线落在谢浩然脸上时，那抹兴致勃勃的笑意瞬间加深。哎呦，这不是谢浩然吗？吴越慢悠悠的念出这个名字，语气里满是新奇。我好像听过，是那个很有名的 F 级。紧接着，他迈开腿，不紧不慢的朝林岩和谢浩然走来，人群自动为他分开一条道路。吴越走到谢浩然面前，微微俯身，别怕啊，同学，你说像你这样的人待在 F 级，是不是很委屈？谢浩然抿紧嘴唇，一言不发，沉默是他唯一的武器。不说话可真是没礼貌。但吴越似乎毫不在意，他的目光突然绕过谢浩然，落在了自始至终都没有抬过头的林岩身上。你朋友？他歪了歪头，饶有兴致地问。同学，看什么这么入神呀？跟我分享一下呗。而此刻的林岩，他的屏幕上一张芝士瀑布熔岩汉堡的高清图正疯狂刷屏，他正认真分析着评论的可信度。偏偏就在这时，头顶的光线突然被一片阴影笼罩，林岩烦躁地皱了皱眉，猛地抬起头，一张英俊但陌生的脸庞映入眼帘，对方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手里的手机。吴越的视线从那张夸张的芝士图片缓缓上移，最终定格在林岩的脸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声：芝士瀑布熔岩汉堡，看起来热量很高哦。林岩眨眨眼，脱口而出：我只是看看，目前吃不起。话音刚落，周围瞬间爆发出刺耳的嗤笑声，那些学生交换着看好戏的眼神，仿佛在欣赏什么乡下土狗。可吴越竟然一笑：那要不要我请你吃啊？谁知林岩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不了，我只是随便刷刷而已。这反应让所有人都愣住，连嘲笑都尴尬地停下。然而吴越的目光并未在他身上停留，而是瞬间转向他身边从始至终都像背景板一样的谢浩然。他皮笑肉不笑地开口：谢同学，听说你去年就在，今年又留下来陪新生了，真是让人感动。吴越话音刚落，他的跟班李奇立马跳出来，指着谢浩然大拍马屁：岳哥，谢少这是深藏不露，在体验生活呢。闻言，吴越的脸瞬间冷了下去，他平静地看向李奇，那个跟班的笑容瞬间冻结在脸上。吴越轻声开口，声音却带着刺骨的寒意：阿奇，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需要你帮我说话了？李奇的额角瞬间渗出冷汗，吓得语无伦次。吴越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语气却像在宣布审判：我跟谢同学聊天是我的事，你插嘴就是你的问题了，懂吗？那一刻，李奇连呼吸都停滞，随后吴越就像拂开一粒碍眼的灰尘，不再理他，带着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刚刚还水泄不通的人群转眼间作鸟兽散，校园大道上瞬间只剩下林岩和谢浩然。见状，谢浩然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他忍不住开口，声音干涩：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谁知林岩的视线根本没离开过手机，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谢浩然见他这样，只能叹气放弃。然而就在他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时，林岩却突然扯了扯他的衣角，手机屏幕上是一张油亮亮的照烧鸡排饭。他认真地问：谢浩然，你想吃这个吗？我明天请你。谢浩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林岩满意地点点头。两人约好明天的鸡排饭。与谢浩然告别后，林岩回到了家徒四壁的宿舍。他立刻掏出手机，用自己的真实账号登录论坛，目标只有一个：赵明。结果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这人一天之内竟然狂发了12条帖子。林岩点开最新一条，只见一张戴着墨绿色腕带的手正端着一杯昂贵的咖啡，配文是：猜猜我在跟哪位 B 级大佬喝茶。背景被刻意模糊处理过，但依然能隐约看到对面沙发上一角银白色的腕带。评论区更是一片阿谀奉承，零星几个同样是第1级的账号在捧哏：明哥牛啊，都跟 B 级的大佬搭上线了，求明哥带带。学生会组织部还缺人吗？林岩面无表情地向下滑动，不是炫耀限量款球鞋，就是叫嚣晚上去喝酒。更可恶的是，他还发帖轻佻地评论女生，甚至还发自拍，吹嘘自己在学生会的工作多累，能力多大。这个赵明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显眼包。然而就在林岩快速划过这些垃圾信息时，一条1个月前的帖子让他眼神一迷，标题是：终于轮到我去新人后勤部值班了。下面有人不解地问他，去那种地方干嘛？赵明竟然还故作高深的回复，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优越感：你们不懂，这叫深入基层。看着屏幕上的信息，林岩陷入沉思。金凯提供的情报是明天中午12点半，赵明会在那里轮值，看来是准确的。紧接着林岩开始思考，怎么把东西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直接塞进口袋太 low， 也容易暴露。匿名邮寄不行，时间地点都不可控。忽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林岩脑中瞬间成型，他要的是让赵明自己得意洋洋的在所有人面前亲自揭开这个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而且他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想到这里，林岩立刻打开学校应用，把后勤部的平面图和人员排班表全都刻在脑子里。随后他从背包里拿出2样东西，一卷几乎融入黑夜的超细鱼线，还有一个改装过的蓝牙音频发射器，道具就位，只等明天中午12点半。第二天一早，林岩就像一头蛰伏的猎豹，晨跑、吃饭，然后直奔7号楼顶层的废弃储物间。他没有剧烈运动，只是让每一寸肌肉都进入最佳的猎杀状态。风声、水声、人声乃至周围的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时间1分1秒流逝，11点45分，林岩准时收手。他擦干汗水，涂上一层特制的护手霜，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天台。目标：新人后勤部。这里和光鲜的教学楼不同，更像一个混乱的车间，空气里弥漫着清洁剂和旧纸张的味道。来往的学生行色匆匆，大多都是第1级。林岩的身影瞬间融入人潮，直奔大厅角落的事务招领处。柜台后，一个1级学长正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林岩并没靠近，而是在10几米外的公告栏前停下。他假装看海报，视线却早已将整个环境尽收眼底。柜台左侧是顶到天花板的巨大货架，堆满失物，货架和墙壁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更重要的是，柜台正上方的监控存在视觉死角，那条通道就是完美的盲区，一切都和他昨晚预演的分毫不差。就在这时，12点20分，赵明准时出现。他换上崭新的名牌运动服，脚踩昨天刚在论坛上炫耀过的限量款球鞋，嚣张至极。一个1级学生立马谄媚地
地凑上去喊林哥。赵明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满脸写着享受。紧接着他走到柜台前，敲醒那个昏昏欲睡的学弟，我来替你，你去吃饭吧。学弟如蒙大赦，立刻开溜。赵明心满意足地坐下，可他的第一件事不是工作，而是掏出手机对着自己和身后的失物删，咔嚓就是一张自拍，配文又是帮忙的一天，看到大家找回失物，一切都值了。发完朋友圈，他才懒洋洋地应付来往的学生。时机已到，林岩动了。他转身闪进旁边的走廊，那里是另一个监控盲区。几秒后，他再次出现，手中竟多出一个黑色眼镜盒。接着，他利用人群掩护，悄无声息地闪进货架旁的狭窄通道。他蹲下身，将一个蓝牙音频发射器贴在货架最底层，再把一根超细鱼线系在眼镜盒的卡扣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声响。做完这一切，林岩退回通道口，视线死死锁定赵明。此时，一个 F 级新生正唯唯诺诺地询问自己丢失的饭卡。赵明头都不抬，不耐烦地指着一个塑料筐，自己找。就在这时，林岩按下了手机上的一个按键，一阵极其微弱的滴滴声突然从货架最深处响起，声音很小，却像一把钩子，瞬间勾住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在场几人全都下意识顿住，疑惑地朝着声音来源望去。赵明也听到，他眉头一皱，满脸不悦，什么声音？可那声音只响了2声就消失，仿佛幻听。F 级新生没找到饭卡，失望离开。柜台前也暂时恢复了空闲。然而，赵明的好奇心却被彻底勾起，这声音他太熟悉了。C 级大佬的车钥匙就是这个动静，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吊在这？他的目光在失物堆里疯狂巡视，最终锁定最底层的角落。就在这时，林岩再次伸出手，这一次他没有让声音响起，他只是通过鱼线极其轻微地牵动那个黑色眼镜盒，啪嗒一声轻响，眼镜盒从救书后滑出，正好掉在阴影交界处，一半在暗，一半在明。赵明瞬间瞪大眼睛，眼前的盒子通体漆黑，材质高级，绝非凡品。他心跳加速，那里面绝对是高等级学生遗落的顶级宝贝，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这要是能物归原主，绝对比发100张自拍都牛逼。万一失主是级甚至 S 级的大人物，想到这里，赵明的呼吸瞬间急促，他下意识环顾四周，立刻起身装作整理货架的样子，故意对路过的学生开口：“我来整理下这边，太乱了。”说着，赵明走进那条狭窄通道，弯腰一把将黑盒捡起，入手冰凉，质感沉重。他强忍住打开的冲动，不行，不能在这里打开。他将盒子揣进怀里，转身就要走。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林岩再次牵动了鱼线，而那根看不见的细线竟精准地缠上他限量款球鞋的鞋带。赵明刚迈出一步，脚下猛地一个踉跄，整个人失控地向前扑去。他一声惊呼，身体重重撞在金属货架上，哐当，巨响传来，货架上堆积如山的事物如雪崩般铺天盖地向他砸来。旧书、空瓶、破球拍，瞬间将他彻底淹没。混乱中，他怀里的黑盒脱手飞出，啪的一声掉在大厅最中央。下一秒，盒盖弹开，一枚有整块田黄石雕刻，顶部盘绕龙纹的印章滚了出来。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几十道目光齐刷刷聚焦在那枚印章上。印章底部5个大字清晰地映入每个人的眼帘：启琼学生会。起初，周围学生还只是好奇，那是什么？就一块石头吧？不对，这看着有点眼熟啊。紧接着，一个眼尖的1级学生最先认出，声音瞬间变调，是学生会的印章。这个词像一颗炸雷在大厅轰然引爆，无数学生举起手机疯狂对准场中央。林岩也是其中一员，他装作拍照，却悄然对接收器下达关闭指令，接着收回鱼线，那根线像一条不存在的蛇瞬间划回他的指尖，最后被卷起，消失在背包侧袋。整个过程耗时不过3秒。做完这一切，林岩才不紧不慢举起手机。林岩将镜头对准那个狼狈的身影，和其他人一样按下拍摄键，咔嚓，无数闪光灯接连亮起。天啊，真的是学生会印章，怎么会在赵明这里？他不是学生会的吗？坚守自盗，快拍！这简直堪称年度大戏啊！这下穹顶之下论坛可要炸了，顿时议论声、快门声、兴奋的笑声织成一张巨网，将瘫在地上的赵明死死罩住。他终于从那堆杂物里爬出来，头发上还挂着烂羽毛球。赵明的嘴唇止不住的哆嗦，不是我，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然而他的辩解苍白无力，瞬间淹没在喧哗声中。谁能想到，一个地级学生会成员在最不可能的时间地点和学院最高权力象征一起出现，坚守自盗，派系阴谋，各种猜测瞬间涌起。就在此时，几名学生会成员冲进来，同学们让开一下。为首的 B 级干部厉声喝道：“都干什么呢？不许拍照，手机都收起来。”可他的声音在兴奋的嗡鸣声中显得底气不足。就在他要发作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肩上，瞬间，人群的喧嚣仿佛被按下静音键，所有人都下意识循着那只手看去。一个身影从人群后方不徐不急地走来，他穿着一身毫无褶皱的 S 级制服，身形挺拔如松，那双漆黑的眸子平静地扫视全场，手腕上那枚暗金色腕带就是最高贵的勋章。黎副会长。刚才还声色俱厉的 B 级干部立刻恭敬低头。黎文轩，启琼学生会副会长，也是黎家的继承人，学院真正的权力核心。然而黎文轩的脚步并没有停顿，甚至都没看赵明一眼，他径直走到场地中央。此刻他眼里只有那枚田黄石印章，他蹲下身拿出洁白手帕将印章利落包裹。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起身，目光第一次落在陡如筛糠的赵明身上。站起来，赵明一个机灵，手脚并用的爬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喘。可黎文轩没再跟他说一个字，目光转向那些举着手机的学生。同学们，这次的事不宜留下影像，所以请大家删掉手机里所有的照片和视频。下一秒，他语调一沉，10秒之后，纪律部会检查每一个人的手机，同时也请大家配合待会的检查。闻言，学生们像是被施了魔咒，纷纷低头删照片。林岩也当着旁边人的面删掉相册里唯一一张关于现场的照片。他的动作和别人一样迅速，眼神依旧平静。紧接着，纪律部成员立刻分散开来，表情冷漠，动作高效，像一台人形机器。同学，请解锁你的手机，打开相册和最近删除。好的，请打开你的背包。队伍缓缓移动，眼看就轮到林岩，而他前面的一级女生因为紧张，手机都差点掉在地上。同学，请
请解锁。纪律部成员的声音毫无起伏。林岩抬起眼，平静地递上自己的手机，他的相册和最近删除早已清空，界面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对方检查完点头，又拿出扫描仪对准林岩的背包，请打开你的背包。林岩一言拉开拉链，背包里空空荡荡，只有2瓶矿泉水和几本物理书。扫描仪划过，绿灯稳定，没有发出任何警报声。他随身的武器和终端被包裹在特制的屏蔽材料中，就静静躺在夹层里，像不存在的幽灵。可以了，下一位。林岩收起背包，重新汇入人群，整个过程流畅自然。然而大厅中央的黎文轩目光却无声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哪些人过度紧张，哪些人故作镇定。就在这时，他的视线掠过林岩，竟然停住，不是因为他可疑，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过无懈可击。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大部分学生都局促不安，可这个黑发少女从始至终都像一块置身事外的石头，她的眼神平静，动作配合，既不畏缩也不挑衅，就像一颗纯净水滴融入浑浊河流，反而当下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位同学，瞬间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滞，检查的、等待的，甚至面如死灰的照明，所有目光都投向声音的源头以及被锁定的目标，那个刚通过检查、穿着 F 级制服的黑发少女。林岩的脚步停下，他转过身，迎上那道如同实质的视线。黎文轩站在几步之外，逆着光，他没有靠近，只是隔着一段距离。你叫什么名字？黎文轩开口，语气平缓，听不出喜怒，可这个问题在此刻此地由他问出便重如千斤。林岩的声音清脆，毫无颤抖。黎文轩的眉梢挑动了下。林岩，他继续问，哪个系的 F 级新生？还没有分析。林岩的回答依旧简洁明了。周围的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出，他们不明白黎副会长为何突然对一个 F 级新生感兴趣，难道他有问题？下一秒，黎文轩突然换个角度，问题变得更加微妙。刚才你好像一点也不紧张，大家都在看照明，而你在看你的手机。紧接着，他语调一沉，直击要害，同学，能把你的手机给我检查一下吗？第2次检查，而且是由学生会副会长亲自提出。周围学生连呼吸都放轻，看林岩的眼神从漠不关心变为好奇同情，甚至幸灾乐祸。被黎文轩盯上，对一个 F 级新生来说几乎等于宣判了社会性死亡。然而作为风暴中心的林岩，脸上却没有任何预想中的情绪，他只是吐出一个字，可以。黎文轩伸出手接过那部普通手机，机身微凉，干净的过分。他的指腹划过屏幕，解锁，屏幕亮起，壁纸是最原始的蓝色，除了系统应用再无他物。他又查看通话记录和信息，除了运营商通知，再找不到任何与他人的交集。直到他点开微信，置顶的赫然是3个字：谢浩然。黎文轩眯了眯眼，竟然是那个谢家的 F 级。他点开聊天记录，林岩，中午我请你吃饭。谢浩然，我在图书馆，你先吃。林岩，没事，我来找你。黄豆微笑，黄豆微笑，黄豆微笑。谢浩然，你不要发这个表情。黎文轩默默关闭微信，正当他打算还手机时，手机突然震动，铃声响起，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一个陌生电话，有人来电。瞬间，周围学生屏住呼吸，纪律部成员都停止动作，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部小小的手机上。挂断还是接听？到底是谁会在这个节骨眼打来电话？黎文轩黑眸深不见底，大脑高速运转，陷阱、同伙还是烟雾弹？无论是什么，这个电话都太过蹊跷。这个新生与谢之行有关系，那就不是谢家那边的，是中间放出来的烟雾弹，还是会长那边的马前卒？他抬起眼，再次对上林岩那双平静无波的黑眸，他想从中看出女孩哪怕一丝的慌乱，但他什么都没找到。于是黎文轩薄唇吐出4个字，请接电话，语气冷硬，打开免提。同时他将手机递还给林岩，可手指却并未完全松开，这是命令，更是最后的试探。林岩顺从地接过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便按下了接听键，点亮免提。整个大厅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竖起耳朵。然而电话接通的瞬间，传出的却不是暗号，不是警示，而是一道急躁的声音：喂，同学，你的外卖到了，我给你放学校外面了，你快点来拿。外卖员的声音通过扬声器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大厅里，我等你好半天了，放校外西门路口那个红色消防栓旁边，别被人偷走。挂了，嘟嘟嘟，电话被单方面挂断，整个空间再次陷入诡异的寂静。黎文轩也沉默了，而林岩的表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他伸出手指了指手机，我的外卖要去哪？抱歉打扰了。闻言，黎文轩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平稳，仿佛刚才的插曲从未发生。他立刻下达命令，继续检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接着他又转向 B 级干部，把赵明带走，去拿所有监控录像。几道命令清晰果断，迅速将脱轨的场面拉回正轨。学生会的机器再次高效运转，没有人再敢关注那个 F 级新生。林岩收起手机，扫了一眼重新忙碌的现场，拉了拉背包带子，转身就走。而与此同时，在论坛上，一个被隐藏的帖子：金钱豹大佬，你真的搞定了，剩下300我转过去了，真的多谢。300元正在转入。此时图书馆2楼靠窗的角落，谢浩然正坐着看书，墙上的挂钟时针已越过12。他抬起头望向窗外，校园里依旧人来人往，只是少了中午时的拥挤。可林岩还没来，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立刻将视线收回书本，想用专注来驱散这不合时宜的思绪。他告诉自己，不过是一起吃个饭，自己这么在意做什么？只要还清了人情，就2不相欠了。可他的手指却停在书页上，再也读不进下一个字。时间1分1秒过去，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1。终于，谢浩然放下书，拿起手机，屏幕上一片安静。他点开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上午。他路上出事了，还是改变主意了？谢浩然的指尖悬在屏幕上，可终究没有落下。算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放下手机时，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新消息来自林岩，内容简单到极致，只有3个字：看窗外。窗外。谢浩然愣住，下意识抬头，
目光穿透玻璃望向窗外的草坪，什么都没有。他以为自己会错意，正准备低头回消息，眼角的余光却捕捉到一个正在缓缓上升的黑色东西。那东西紧贴着图书馆外墙，一点一点向上移动。谢浩然的呼吸瞬间停滞。当那个黑色的东西攀升到2楼窗户的高度，他才终于看清，那是一个人的头顶。紧接着，一双扒着窗台的手出现，然后是额头、眼睛、鼻子，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2楼窗外。漆黑的眸子透过玻璃与他对视，是林岩。他就那么扒着窗沿安静地看着他，仿佛从2楼外墙爬上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谢浩然的大脑空白3秒，他甚至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惊悚的一幕。林岩见他没反应，抬手用指关节在玻璃上轻轻敲了敲，扣扣。谢浩然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推开一条窗缝。他刚吐出一个字，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家伙为什么会爬上来？林岩却一脸平静，走楼梯太远了，而且要刷卡。我看到你在这里就直接上来了。谢浩然感觉太阳穴在隐隐作痛，那你也不能爬窗户，这里有监控。谁知林岩一只手已经搭在窗框上，似乎准备直接翻进来。等等，谢浩然下意识按住窗户阻止他，你等我下去。林岩点了点头，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像没有重量的叶子，顺着墙壁悄无声息地滑落，瞬间消失在窗台之下。谢浩然站在窗边停顿几秒，确认他安稳落地才关上窗户。他飞快收拾好书本，抓起外套，快步冲出阅览室。当他从正门出来绕到草坪时，林岩正抱着2个外卖袋静静站在树荫下。谢浩然走过去，走吧，去那边吃。林岩跟了上去，把其中一个外卖袋递给他。两人在长椅坐下，谢浩然打开外卖袋，一股浓郁的酱汁香气立刻散发，跟林岩昨天展示的图片一模一样。林岩打开他的那份，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鸡排放进嘴里，他咀嚼的动作很慢，像在认真品尝。吃了一口后，他正好抬头，二人四目相对，少年率先移开视线。林岩给出结论，这个好吃。紧接着他问他，这个要26块，贵吗？谢浩然拿起筷子，不贵，价格很正常。林岩心里迅速计算，单点26，两份打折44，再用8块优惠券，这顿饭花了36。他将这个数字记下。然而谢浩然才吃到一半，林岩已经将餐盒扫荡一空，连最后一粒米饭都不放过。他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水，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看着谢浩然吃。谢浩然在他安静的注视下默默加快速度，吃完最后一口饭，他盖好餐盒，谢谢你请我吃。不用谢。就在这时，谢浩然站起身，突然开口，图书馆的单人隔间可以提前预定。他拿出手机点开一个界面给他看，在这里选时间和位置，到时间直接刷卡就能进。他演示着操作流程，这样就不用在公共区域找位置，也更方便，更方便你找我，也不用再爬窗户。后半句他没有说出口。闻言林岩点了点头，他拿出手机学着他的样子操作一遍。做完这一切，他收起手机站起身，紧接着林岩问道，那我们明天还是在这里吃吗？像是在确认一个已经定好的日程。而这个问题却让谢浩然的动作停顿，他看着他认真的黑色眸子，沉默了几秒。明天再说吧。这个回答模棱两可，林岩没有追问，只是嗯了一声。两人并肩往宿舍去走，路上他给他介绍接下来的活动。明天是新生周第5天，社团招新会。林岩跟在他身后，那种地方 F 级去了不会有什么好事。比起这个，林岩更关心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吗？谢浩然似乎叹了口气，斩钉截铁道，不能，就算有也不会轮到我们。他还特地补充，只会让你帮忙发传单搬东西，或者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林岩点了点头，明白了。这个社团招新的性价比是负数。谢浩然接着说，后天统一分班，我到时候拉你进班级群。第7天是选课的时候，你需要看培养计划选择。总之谢浩然说了很多，从课表到选课再到 F 级的资源点，他的声音平稳，却像一本无聊的说明书。可林岩根本听不懂，他只是安静的发呆，直到最后谢浩然终于说完，他推了推眼镜，你都弄清楚了吗？林岩这才勉强归类信息，哲学课等于冷门， F 级的资源就是图书馆、食堂、后勤处那些，至于选课跟着他选就行。下午林岩回到宿舍，房间里空空荡荡，他走到床边拉开自己的衣橱，里面只有2套衣服，一套黑色任务装，一套灰色 F 级制服。林岩脱下制服走进狭小的卫浴间，水流声响起，他开始手洗衣物，很快湿透的布料被拧干挂起。做完这一切，他坐回床沿。就在这时，任务转账终于到账，区300元竟然花了整整1个下午。这下林岩的余额变成389块，看来还是要找一份正经工作。紧接着他打开加密备忘录，上面罗列着惊人的数字，清洁溶剂预估850毫升起步，特种润滑油至少1530毫升，校准工具更是要2000多，而这些都是保养他那些朋友的必需品。他现有的存货最多再撑2次，而现在的钱远远不够。林岩看着备忘录上惊人的数字，而这些都是保养他那些朋友的必需品。他现有的存货最多再撑2次，而现在的钱远远不够。不仅如此，衣服也不够，总不能穿着任务装备到处跑。于是林岩决定先买衣服。他打开一个叫病西西的网购软件，在搜索框输入卫衣，瞬间无数图片涌出。林岩直接划过这些花里胡哨的款式，他的需求很明确，黑色、耐磨、方便活动。最终他的手指停在一个链接上，工厂清仓基础款纯色卫衣，价格19.9，图片是纯黑色，简洁到极致。他点开评论区扫了一眼，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他没有再看，直接加入购物车。紧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搜索长裤和 T 恤，速干长裤14.9，纯棉 T 恤3件装19.9，统统加入购物车，直接结算，3件 T 恤、1条长裤、1件卫衣，最终支付54.7元。操作完成，林岩放下手机，然而下一秒他就鬼使神差地把订单截图发给了谢浩然，我买了衣服。结果谢浩然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过了好一会他才发来消息，这种衣服布料不好。林岩面无表情地回了2个字，便宜。紧接着他又发去一个沮丧的表情，没想到这次的正在输入中维持了更久。
谢浩然，你下次买之前可以把链接发给我看看。还发来一个猫咪拍头的表情。林岩看不懂，但反手就把对方所有表情包都加入收藏。对话结束，林岩立刻开始办正事，发布委托赚钱。标题：承接各类委托，绝对高效且保密。正文：目标清除信息收集障碍移除等服务范围。可帖子发出去却依旧无人问津。于是林岩点开浏览器，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最适合大学生的工作是什么？屏幕上瞬间弹出各种夸张标题，他面无表情往下滑。半小时后，林岩宛如醍醐灌顶。保安，业务轻松，价钱可观，简直是内卷大学生的终极归宿。可林岩毕竟是启琼大学的学生，做普通保安太浪费，所以他未来的目标是去高档别墅区当保安。开学第5天，社团招新日，林岩吃完7块钱的早餐，照例出门晨跑，结果刚出门就傻眼，校园大道上全是各种摊位和展板。学弟学妹，来看看我们广播站。电竞社考虑一下，有 S 级大佬带飞，喧闹的人潮让他根本跑不起来。就在他准备放弃时，眼角余光却瞥见一处空旷的小广场，那地方属于艺术学院，那里与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就去内跑，少女脚步一转，转头跑进那片安静的艺术区，空气里的味道瞬间都变了，嘈杂人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松节油和颜料的气息。他绕着小广场一圈圈慢跑，可就在他跑到第18圈时，脚步猛然一顿。树荫下，几个一级学姐正围着一个身影，是王芳。她穿着狼狈的制服，正吃力地搬着半人高的画板，额头全是汗珠。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为首的粉发学姐一脸不耐烦，旁边的高个子女生更是一脚踢向地上的画箱。还有这个，也搬去美术社活动室。王芳嘴唇紧抿，弯腰去抱那个沉重的画箱，她的身体都在发抖。林岩的跑步节奏彻底被打断，他就这么安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然而那几个学姐很快就注意到他，看什么看？粉发学姐皱起眉 ，F 级的，没事就滚远点。林岩擦了擦汗，默默挪了一步。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你们在这做什么？”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生微微皱眉，手腕上 S 级的暗金色腕带格外醒目。见状，那几个一级女生身体瞬间僵住，粉发学姐脸上的不耐烦秒变讨好。顾学长，他声音都变尖了。而被称为顾学长的男生却看都没看他们，视线直直落在地上的画箱上。这些是美术社要用的东西，是我们正准备帮忙搬过去呢。粉发学姐疯狂使眼色，另外2个女生如梦初醒，七手八脚抬起画箱。那你们现在不去？当然。3个女生抬着画箱几乎是落荒而逃，连地上的画板都不要了。方才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烟消云散，原地只剩下狼狈不堪的王芳、林岩和树荫下的 S 级学长顾一舟。他的目光从那几个女生消失的方向收回，落在王芳身上。你是美术社新生，地上这个你一个人拿不了。说着，顾一舟放下手里的东西，似乎准备帮忙。王芳脸颊瞬间涨红，连连摆手，我自己来就好。学长，他再次弯腰，用尽全身力气去抬那个画板。画板刚离地几厘米，他的手臂就开始剧烈颤抖，整个人摇摇欲坠。千钧一发之际，另一只手猛然伸了过来，沉重的画板瞬间被稳住。王芳彻底愣住，他顺着手臂向上看，映入眼帘的竟是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是那个 F 级。林岩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一只手就拖住大半重量，另一只手甚至还插在口袋里。他的出现太过突兀，也太过安静。顾一舟准备上前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的视线越过王芳颤抖的肩膀，第一次清晰地落在了林岩身上。我来吧。林岩声音很平，他没有看王芳，更没有看顾一舟，只是绕到画板正面，双手发力。下一秒，那个半人高的画板竟被他轻而易举的整个抱起。这要送去哪？王芳这才如梦初醒，慌忙指路：3号教学楼2楼美术社。说完，他立刻转头在前面带路。林岩抱着比他上半身还宽的画板，稳稳跟上。画板在他怀里竟没有一丝晃动，而 S 级学长顾一舟竟然一声不吭地跟在最后面。3人瞬间形成一个奇怪的队列，一级新生在前面僵硬带路， F 级新生在中间抱着巨大画板， S 级学长在最后面从容殿后。这神奇组合瞬间引来无数侧目，路人看到顾一舟无不躬身问好，却又带着疑惑扫过前面的2人。王芳的头垂得更低，然而林岩的视线被画板挡住，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很快，3号教学楼到了，一个 C 级学姐看到顾一舟，立刻放下画笔站起。顾社长，他竟然是社长。顾一舟点点头，示意林岩把画板放下。搞定一切后，林岩转过身，他伸出手掌心向上。王芳立马会意，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我扫你。可以。林岩掏出收款码，可他下一句话直接让王芳愣在原地。有小费吗？王芳一咬牙，我直接转你100。叮的一声，林岩心满意足离去。紧接着顾一舟也转身离开。偌大的活动室只剩王芳一人，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本以为噩梦终于结束，可当他走出活动室，真正的绝望才刚刚开始。你刚才是不是很得意？一个冰冷的声音猛然响起。刚刚那个粉发学姐周婷竟从拐角走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他身后2个跟班一左一右，死死堵住走廊两头。周婷缓缓蹲下身，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恶意。先是有个 S 级的傻子帮你，现在连顾学长都为你说话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机会了？王芳的身体猛地一颤，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另一个跟班更是直接笑出声，一句话戳中他最深的痛处。是啊，他家的厂子好像要倒闭了，估计连学费都交不起了，瞬间退学。父亲每晚醉醺醺的身影，母亲压抑的哭声，银行的催款通知，一幕幕画面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王芳握紧拳头，浑身冰冷。然而周婷却笑了，她的声音突然放轻，像毒蛇吐信一般凑到王芳耳边，你看，我们都是关心你。我听说你爸爸最近很辛苦，你作为女儿是不是也该懂事一点？周婷身后的高个子女生冷笑一声，婷婷的意思是，你应该多想想怎么帮你爸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到处勾搭别人的男友，懂吗？原来周婷之所以盯上王芳，竟是因为几天前的新生迎新会。当时迫于家庭压力的王芳尝试攀附高阶层，要到了一个学长的微信，结果那个学长偏偏就是周婷的男友。浩哥本来就有我这个女朋友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招惹
惹他。周婷伸出手，不轻不重地拍着王芳的脸，另一个跟班更是直接补刀。是啊，你故意找的那几个地级学长，可都是有女友的。说到底，这根本不是争风吃醋，而是王芳这个一级新生触碰到了他们原有的利益链。他们今天就是要让这个不懂规矩的家伙吃尽苦头。下一秒，周婷手上猛然用力，一把扯住王芳的头发，强行将她从冰冷的地砖上拽起。王芳踉跄一步，被迫对上那张精致却恶毒的脸。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周婷的声音很平，抓着头发的手却越来越紧。我以为上次在迎新会上你已经学乖了，看来是他记性不好。要不要我们帮他回忆一下？周婷突然松手，眼神冰冷。李娜，架住他！整整1个小时后，周婷3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去。走廊里死一般寂静，王芳瘫倒在地，脸上多了几个清晰的巴掌印，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扯得凌乱不堪。更让他绝望的是，手机屏幕碎裂，那是他在争抢时摔的。一个恐怖的念头猛然窜出，周婷他们竟用他的手机给他爸妈发了消息。他挣扎着想去够手机，手腕处却传来一阵刺痛，根本抬不起来。就在此时，走廊另一头突然传来脚步声，王芳浑身一颤，也顾不上疼痛，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不能再丢人了。可下一秒，一个男生愣愣地停在他3步远的地方，他的视线掠过他红肿的脸颊，又扫过他屏幕碎裂的手机，最后停在他那只不自然垂落的手腕上。要帮忙吗？王芳下意识向后一缩，把受伤的手藏到身后，拼命摇头，我没事。然而那个男生没有离开，反而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递了过来，擦擦吧。王芳愣住，看着眼前干净的纸巾，又抬头看向他，对方的视线有些飘忽，似乎也感到不自然。他沉默几秒，还是接过了纸巾。就在这时，男生突然开口，你是新生吧？因为新生周的事，王芳的动作猛然顿住，缓缓点头。看到他的反应，男生竟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让他瞬间瞳孔地震的话，新生周就是这样的。王芳猛地抬头，死死盯着他，你是？我只是路过。这个回答让王芳心里刚升起的一点猜测瞬间熄灭，他重新低下头，绝望地将脸埋进膝盖，谢谢你，你走吧。金凯本想直接离开，毕竟这与他无关，可王芳现在的样子却让他想起了自己和女友的遭遇。就在这时，他鬼使神差地停住脚步，抛出一个惊天炸雷，喂，你知道 A 吗？ A 一个字母能有什么含义？王芳猛然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一片错愕。金凯却不看他，干巴巴地问，你知道之前学生会印章失窃的事吧？轰！王芳的脑子炸了，就是那件轰动全校的印章失窃案，地级生赵明人赃并获，副会长黎文轩亲自处理，所有人都知道赵明背后有人，可那个人到底是谁至今是个谜。然而下一秒，金凯一句话让走廊的空气瞬间凝固，赵明的事是我让 A 做的。嗡嗡的空调声此刻被无限放大，王芳的呼吸停滞，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样在学院底层挣扎的一级男生，他说的话像天方夜谭。什么？金凯终于和他对视一眼，又迅速移开。穹顶之下论坛有个叫的委托帖，我当初花了100块。他的话卡在喉咙，似乎在回忆什么恐怖的事情。总之，你可以在论坛上找找，他一般晚上会发布委托，一个存在于校园网络暗处的幽灵，一个能实现任何愿望的许愿机。下一秒，王芳声音干涩的发问，他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吗？你可以在论坛上找找，他一般晚上会发布委托，一个存在于校园网络暗处的幽灵，一个能实现任何愿望的许愿机。王芳声音干涩的发问，他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吗？金凯的回答却让他浑身巨震，我只知道我出的委托他完成了。说完，金凯不再多留，看了一眼走廊尽头便快步离开。走廊里再次只剩下王芳一个人，他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另一边，下午林岩正要请谢浩然喝饮料，可他刚打开外卖软件就被上面的价格吓傻。这个城市物价太可怕，他那100块巨款在这里简直不值一提，一杯奶茶20、32。他不停滑动屏幕，随口问身边的谢浩然，你喜欢喝什么？谢浩然的视线在那一个个鲜艳的价格上停留一瞬，淡淡开口，我不挑，都可以。林岩的指尖猛然顿住，他抬头刚好和他四目相对，气氛瞬间有点微妙。下一秒，林岩指着一个最便宜的选项，那就蜜冰冰的柠檬水吧。谢浩然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带头朝着地图上的方向走去。他们穿过宏伟的学院大门，走进充满生活气息的旧城区。很快，那个红底白字的廉价招牌就出现在街角，店门口一个巨大的吉祥物傻傻站着。林岩径直走过去，抬头看向价目表，他的目光从上到下缓缓移动，冰鲜柠檬水4块，摇摇奶昔6块，最贵的也不过10几块，跟学院里动辄20-30的价格一比，这简直是白菜价。可就在这时，一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小臂，林岩本能的抬手接过，那是一杯他没见过的果茶。结果谢浩然自己手上却拿着那杯最便宜的柠檬水，他竟然把贵的给了自己。少年问他，你喝甜的吗？林岩却死死盯着他手上的柠檬水，必眨不眨。谢浩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瞬间明白。于是10分钟后，林岩舒舒服服的喝着柠檬水，谢浩然却不自然的喝着那杯果茶。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无意识的开口，明天就要分班，如果不在一个班，他们见面的时间就会更少。林岩点点头，直接发问，我会跟你一个班吗？少年的脚步猛然顿住，他有些僵硬的解释，分班是随机的。谁知少女的语气毫无波澜，我想和你在一个班级，你呢？谢浩然彻底卡壳半晌，才艰难开口，分班结果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林岩哦了一声，没再追问，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可就在快到宿舍楼下时，谢浩然再次停下，他声音有些发闷，明天你还来找我吃午饭吗？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自己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然而林岩却吸了一口柠檬水，干脆的点头，得到肯定的答复，谢浩然推了推眼镜，学着他点了点头，那明天见。好。少女转身利落的走进昏暗的门洞，谢浩然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杯甜腻的果茶，他抬手猛灌一口，过分的甜腻瞬间在舌尖炸开，
下一秒，少年的耳廓微微泛红。另一边，一级生宿舍6号楼，王芳的宿舍里一片漆黑，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背靠床沿，像是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终于，他拿起那部屏幕碎裂的手机，点开那个蓝金色图标，他点了搜索，手指在键盘上犹豫许久，最后输入了那个字母 A。王芳耐着性子一页页的往下翻，终于在第21页的末尾，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题：承接各类委托，高效且绝对保密，发帖人 A。见状，王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他死死盯着那个没有任何装饰的黑色头像，指尖悬停在私信按钮上，金凯的话在耳边回响：赵明的下场全校皆知，这是一个机会。王芳深吸一口气，猛地按下那个按钮，私信框弹出，他颤抖着手指打字，又删掉再打再删。10分钟后，他终于发出了第一条消息：荔枝小芳，你好 A， 我需要你的帮助。消息发出不到10秒，对面就有了回复：委托内容。冰冷的4个字让王芳浑身一颤，他不再犹豫，飞快打字：荔枝小芳，1级高年级的周婷，还有他的2个朋友，他们一直找我的麻烦，我希望他们能得到教训，让他们再也不敢来烦我。要他们付出什么代价？退学还是受伤？王芳一想到周婷那张嚣张的脸，一种狠厉的情绪瞬间压倒恐惧。几秒后，荔枝小芳，退学，我要他们被学校开除。可以，首要目标是谁？荔枝小芳，周婷，一人50万。50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别说50万，他连5000都拿不出。荔枝小芳，我没有那么多钱，那就换一个目标。冰冷的文字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王芳急了，他咬咬牙抛出最后的筹码：等等，我可以分期吗？或者我可以陪你，或者你指定的人。屏幕另一边，林岩眉头紧锁，陪人为什么可以抵钱？他想不明白，干脆直接下了最后通牒：10分钟之内提出你的委托，给出你能接受的代价。王芳彻底绝望，他颤抖着打出最后的请求：那我只想他们在新生周剩下的几天不要再来找我的麻烦，只要新生周结束，他们就不能再对自己怎么样。300。王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刻回复：好，我付。定金是多少？定金100，任务完成付尾款，提供周婷的宿舍号、外貌特征以及她最近的活动规律，越详细越好。王芳不敢耽搁，立刻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发了过去。粉色头发，常去的奶茶店，每晚11点回宿舍的习惯。收到。对话结束，那个漆黑的头像彻底熄灭。第2天，新生周第6天分班日，这直接决定未来的资源分配。可林岩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晨跑、吃早餐，甚至开始保养他的武器。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一下，是谢浩然。分班结果出来了，我们都在青龙院附3班。上午9点班会开始。林岩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倒数第2排的谢浩然，他正低头看书，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林岩径直走过去，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谢浩然抬头看到是他，眼神只波动了一下便恢复平静。此时的教室泾渭分明，前排和中间坐满了 B、C 级的学生，高声谈笑迅速抱团，后排和角落则是低1级学生的地盘。而像林岩和谢浩然这样坐在 F 级专属隔离区的只有他们2个。就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走上讲台：我是你们的班主任王浩，今天主要是点名。他的视线扫过全班，当看到第1排正中那个身影时，脸上立刻露出客气的笑容。吴越同学。吴越抬头，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外套随意搭在手腕，巧妙遮住那枚 S 级腕带。少年笑嘻嘻的回应：老师好。然而王浩的点名还在继续，他面无表情的念着名字。B 级和 C 级学生中气十足， D 级和 E 级则唯唯诺诺。轮到谢浩然时，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王浩甚至没抬头，直接划掉他的名字。下一秒，林岩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教室后排响起，不大，但异常清晰。闻言正百无聊赖转着笔的吴越，手上动作猛然一顿，他抬起眼镜直朝声音来源看去，竟然是他，那个抱着手机看汉堡的女生，她竟然跟那个谢浩然坐在一起。班会很快结束，谢浩然收拾好书本站起身，走吧。林岩跟着他走出教室，然而就在教学楼门口，谢浩然突然停下脚步，推了推眼镜，语气不自然：我有点事，你中午再来找我吧。林岩点头，没多问一句，原地只剩下他一个人。少女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上午10点半，距离完成委托还有点时间。她眼神一凝，开始研究自己的生涯规划，毕竟明天就要选课。目前失业的林岩非常认真的想要在保安这条路上做出一番大事业。对，你没听错，就是保安，工作休闲时间灵活，工资稳定，甚至还有晋升空间。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他需要了解从业资格证、安保系统差异以及哪些课程能帮到他，甚至他还需要关系。小杀手抱着手机随便走进一间空教室，开始废寝忘食的研究。与此同时 ，S 级大佬吴越却正在教学楼里无所事事的闲逛。他不想回去，因为最近那件印章的事，整个圈子都炸了，几大家族势力反复试探，甚至有一级生因此退学。而他这个空降的 S 级还没站队，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吴少，谢副会长晚上有个酒会，阿月，我父亲想请你吃个便饭。吴越揉了揉额角，烦死了。比起这种虚伪的拉拢，他更喜欢直来直往。少年拐进一条走廊，他的脚步却猛然停下。教室门没关严，里面坐着一个人影，黑色卫衣，低马尾，侧脸线条干净利落，竟然是那个 F 级。之前偶遇后，吴越还特意查过他的资料，姓名林岩，背景你国 Z 区驻评特困生，因人才培养计划抽签调入启琼学院 ，F 级学费全免。这个所谓的人才培养计划，吴越只觉得是个笑话。虽然嘴上说着是促进阶级流动的大方案，但他只觉得是安抚 Z 区过高犯罪率的一个手段罢了。Z 区的人没有未来，他们也不被允许进入经济发达的区域，更不要说是区的中心。往往吴越只能在一些刑事新闻上看见 Z 区的人。此时现实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他不可谓不好奇。此刻教室里很安静，少女坐姿笔挺，视线完全聚焦在手机上，仿佛在处理什么绝密要务。吴越靠在门框上足足看了1分钟，他竟然连姿势都没换过，
少年最终觉得无聊，伸出手推开了门，咔嗒一声，手机落地。下一秒，吴越眼前一花，他整个人被重重撞在门板上，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一股窒息感死死扼住他的喉咙，一只手精准卡住他的气管。吴越下意识抬手，手腕却被瞬间抓住，反向一拧，剧痛袭来，他整个人被死死按在门上，对方的大腿甚至抵住他的小腹，彻底锁死他所有反抗的可能。视野里是一张放大的少女毫无情绪的脸，和那双映不出任何光亮的黑色瞳孔。对方的指腹轻轻搭在他的脉搏上，1秒、2秒，心跳很快但平稳有力。他又低头看了一眼，呼吸正常，瞳孔无异常，没有攻击意图，威胁解除。林岩松开手后退一步，拉开安全距离，随后弯腰捡起地上屏幕还亮着的手机，咳，嗨，新鲜空气涌入肺部。吴越扶着门框剧烈咳嗽，脸庞因缺氧泛起薄红，眼角甚至溢出生理性的泪水，几缕额发凌乱的搭在眉前，竟显得有几分可怜。可那个小杀手却还在认真检查自己的手机，确认毫发无损。直到这时，他才将视线移到吴越身上，二人面面相觑。3秒后，林岩才恍然大悟：“同学，对不起。”吴越瞬间噎住：“林岩同学，你的道歉听起来可没什么诚意。”他声音沙哑，语调却恢复了散漫，一句对不起就想翻篇。少年猛地逼近一步：“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被你按在门上，都皱了。”他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肩膀，还有我的手腕，现在还疼吗？这些是不是都该算点赔偿？赔偿？林岩歪了歪头，他看了一眼吴越手腕的红印，又看了看他那件昂贵的 T 恤。下一秒，少女默默打开支付软件，她把手机屏幕转向他，语气平静，页面上显示着他全部的身家财产530.30元。我只有这么多。吴越的视线落在那个数字上，整个人都愣住。530.3，连他这件 T 恤的一个边角都买不到。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要他赔偿，只是想试探一下。吴越维持着笑容，话锋一转：“好吧，我们不说这个，不如我们来谈谈你到底是谁。”“我是林岩，我知道你的名字。”少年扯了扯嘴角：“我在问你是谁？”林岩只是眨了眨眼，毫无波澜。吴越啧了一声，他不会说也在意料之中。他猛然伸出手，手机给我看看。吴越一把接过手机，指腹在屏幕上飞速滑动。他预想过无数可能，派系暗号、秘密通信，还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把柄。然而屏幕上赫然只出现一行大字：保安员职业资格证初级报考指南与题库详解。下面密密麻麻全是题目案例分析。B 男子声称忘带门禁卡，并报出业主姓名，坚持要进入小区。作为保安，你应该如何应对？吴越的手指停在屏幕上，整个人都傻掉。能还给我了吗？林岩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吴越还给他手机，脸上的表情前所未有的精彩。他上下打量着这个 Z 区的怪人。林岩同学，你很缺钱。刚才的身手练过。想当保安。一连串干脆利落的回答，不带丝毫犹豫。噗嗤，吴越彻底绷不住笑出声。他退后一步，掏出自己的手机晃了晃。这样吧，加个微信，我可能还是你未来的班长呢。两人加上好友。下一秒，他收起手机，靠回门框上。同学，你既然缺钱，那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少年双手插兜，笑着看他，怎么样？周末有空吗？两人加上好友。吴越的头像就是他自己，微信名叫月。下一秒，他收起手机，靠回门框上。同学，你既然缺钱，那我就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少年双手插兜，笑着看他，怎么样？周末有空吗？做什么？林岩的关注点永远在任务本身。吴越脸上的笑意更深。我家有个马场，这周末有个派对，缺个人手。他顿了顿，一天3000这个数字让林岩瞬间心动。具体做什么？很简单，待在我身边，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充当我的临时保镖，或者说一个有趣的挂件。保镖这个词他很熟，挂件他就不懂了，但不重要。工作内容是听从指令，报酬3000，这性价比极高。可以，他立刻答应。那就这么说定了。吴越满意点头，似乎心情不错。周五下午放学我来接你。说完，他转身挥手离开。教室里只剩下林岩一个人，他坐回椅子，重新打开那个保安的考试。1个小时后，小杀手看着那10%的正确率陷入沉思。错题回顾题目：夜间值班时，你发现小区监控某处画面突然中断，你应他选了 A， 立即携带棍棒独自前往探明情况。系统解析却告诉他，保安无权对业主使用暴力。看来当保安比他想的要难。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一下，中午12点该去找谢浩然吃饭。小杀手立刻收拾东西，飞快跑去买柠檬水。为了省钱，他特意打开了拼好饭界面，2瓶柠檬水只要5块钱。付款后，在等待取餐的间隙，林岩突然想到什么，他猛地抬头走向隔壁的打印店。想当高端小区的保安，还需要关系，而启琼学院这些未来的天龙人就是最优质的潜在客户，他可以毛遂自荐，主动获得关系。这个念头瞬间在他脑中清晰，下一秒他就把自己昨晚写的投诚信发给打印店老板，对方看都没看，直接让他去打印机那儿等着。跟谢浩然碰面后，这次换我请你。小杀手学着上次的样子，霸气地点了2碗面，结果1碗肉堆成了山，另一碗却只有几片，而那座肉山赫然堆在谢浩然碗里。少年看着满碗的牛肉，眉头紧锁，他立刻夹起一半的肉就要往林岩碗里送，可下一秒，一双筷子却挡住他的动作。只听林岩一脸认真的宣布，请客的人要让被请的人吃得好。这竟是他在 App 上学的饭局礼仪。谢浩然瞬间语塞，只好低声掩饰，我不喜欢吃太多。谁知林岩眼睛一亮，认真发问，你是小鸟胃吗？咳，嗨，一口柠檬水直接卡在谢浩然喉咙里，他咳得满脸通红，求饶般的看着他，这才让他闭嘴。然而林岩很快就吃完，接着他就双手捧着柠檬水，一言不发，静静地盯着他看，那目光看得谢浩然如坐针毡。他生硬地移开视线，你为什么总看着我？谁知少女的回答石破天惊，你很好看，就像风景一样。他甚至还补充一句，很顺眼，可以舒缓心情。闻言，谢浩然瞬间愣住，本能的反驳，我不好看。19年来，他听到的全是阴沉怪胎谢家的耻辱，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道肮脏的划痕。不，你好看。林岩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你自己看看就知道。话音刚落，他猛然靠近，单手就摘下他的眼镜，微凉的指尖擦过鼻梁，
谢浩然全身僵住，失去了镜片的遮挡，他那双干净的眸子完全暴露，瞳孔是深褐色，长长的睫毛因惊愕而轻轻颤动。你干什么？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林岩却不回答，拿起手机，咔嚓对着谢浩然的脸就是几张，接着才把眼镜还给他。谢浩然不自然地戴上，刚想质问，林岩已经把手机递到他面前。你看看，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没有眼镜，眼神错愕，背景模糊，可那张照片却恰好捕捉到他卸下所有防备的一瞬间。谢浩然的呼吸猛地一滞，下一秒，一层薄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耳廓瞬间蔓延到脖颈。他猛地推开手机，动作大到差点打翻醋瓶，视线死死盯着桌角，根本不敢看他。删掉？为什么？林岩一脸不解，明明拍得很好，比网上那些明星还顺眼，可这个问题却把谢浩然问住。他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留着他没有用。林岩表示理解，点了点头，选中那几张照片直接删除。见状，谢浩然刚松一口气，可下一秒，林岩的问题又让他心头一紧。你刚刚脸为什么那么红？他只能硬着头皮撒谎，热的。这小杀手居然信了，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难道是自己体质特殊不觉得热？于是他十分贴心的追问，是空调不够大吗？谢浩然的脸更红了，只能埋头猛吃，面有点烫。一顿饭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结束。林岩付了钱，56块，如今他的全部家当只剩400多。走出面馆，谢浩然主动提出送他回宿舍，他还贴心提醒，明天选课我帮你。两人聊着天，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可就在这时，林岩突然抛出一个炸裂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学校谁是人上人上人？谢浩然脚步一顿，被这奇怪的词问懵。他沉吟片刻，还是决定告诉他学校的生态。A 区的3大家族，黎家、林家还有谢家，不过最近学生会换届，3大派系斗得厉害，你可要小心。可林岩根本不关心这个，他眨了眨眼，直击要害。那谁最有钱？谁最有权有势？谢浩然再次沉默，他看着林岩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的眼睛，最终还是回答，明面上是黎家，黎文轩是黎家独子，能调动的资源无人能比，但谢家和林家盘根错节，也很复杂。他其实不是很想提起自己那个姐姐的事情，于是不再说了。他们都很有钱，对我们来说没有区别。林岩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一回到宿舍，林岩立刻关上门，拿出终端点开论坛，找到一个叫一只小芳的私信界面。原来他问了这么多根本不是好奇，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价值300块的委托。下一秒，林岩在论坛搜索框输入2个字周婷，瞬间25个帖子弹了出来，发帖人五花八门，却都艾了同一个账号，婷婷酱天下第一。林岩点开主页，满屏都是炫耀，新做的水钻指甲，旁边是奢侈品包包，新收的大牌口红，附上嘴唇特写，甚至还挂出一个想加他微信的 F 级学生。直到一条动态让他指尖停住，某些人读不起，起穷可以退学啊！翻白眼涂指甲涂指甲，最后他得出结论，周婷极度虚荣，而委托人的要求是让周婷别再去找王芳麻烦。林岩嘴角一勾，让他出不了门简直不要太简单。他放下终端，从工具包里拿出3个小瓶，一瓶强效脱毛剂，一瓶治痒刺激素，最后一瓶是中和气味的基底。只见他熟练地将3种液体混合搅拌，很快一瓶看起来和普通洗发水没区别的粘稠液体就完成了。林岩把它灌进分装瓶，这玩意儿能让周婷至少2天没脸见人。夜幕降临，林岩一身黑衣如幽灵般潜入6号楼，这里安保松懈，监控遍布盲区。他贴着墙根静立3分钟，大脑飞速计算，摄像头转动周期 5.2 秒，盲区12秒，保安1分半抬头一次。2楼洗衣房窗户开着10厘米的缝，计算完成。就在摄像头转到最左侧的瞬间，林岩动了，他像一只黑猫助跑蹬墙，手指精准扣住2楼窗台，身体借力上引，悄无声息挂在墙壁，等待下一个盲区来临。时机一到，他单手撑开窗户，灵巧翻身，潜入洗衣房，闪身进入昏暗的楼道。目标302宿舍，他脚步轻如落叶，来到3楼。302门缝透出微光，里面传来压抑的笑声，正是周婷的声音。婷婷，你那精华液真好用，明天再借我用用呗。再说，周婷的声音带着一丝矜持。下一秒，他又炫耀起来，我男朋友给我买了新包，要不要去我宿舍看看？说着，几个女生的脚步声就朝门口走来。林岩瞳孔一缩，面不改色的往旁边挪了一步，咔嗒，门开了，一双粉色毛绒拖鞋映入眼帘，正是周婷。他正跟朋友说笑，脸上满是得意。那个1级的王芳运气真好，居然遇到顾一周，你说我能不能也有那种运气？他们说笑着走出宿舍，与林岩擦肩而过。走廊声控灯熄灭，笑声远去。然而林岩并没有立刻动手，他静静等待30秒，确认无人经过，这才从口袋里取出一套纤薄的金属工具，细长的探针深入锁孔，指尖轻捻，咔嗒一声轻响，门锁解开。他将耳朵贴在门板上，里面一片死寂。他静静等待30秒，确认无人经过，这才从口袋里取出一套纤薄的金属工具，细长的探针深入锁孔，指尖轻捻，咔嗒一声轻响，门锁解开。他将耳朵贴在门板上，里面一片死寂。林岩这才闪身而入，将门虚掩。宿舍里弥漫着甜腻的香水味，他的目光直接锁定独立卫浴间架子上那瓶限定版的樱花洗发水格外显眼。林岩动作快如闪电，他先将原装洗发水倒出一些收好，接着他将那瓶特制的青草香液体精准灌入，液面恢复原样。做完这一切，他拿出特制布料擦掉所有痕迹，指纹不存在的。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精准高效。林岩最后扫视一眼，确认万无一失后，悄然退出，翻出窗外，滑下墙壁，消失在夜色中。回到宿舍，林岩打开论坛，任务完成。他给一只小芳发去私信。另一边，王芳猛地从床上坐起，任务完成了。
这么快，恐惧和病态的快感瞬间席卷全身，他仿佛已经看见了周婷明天的惨状。一只小方，好的，我现在就转尾款。他颤抖着手指完成支付。合作愉快。这时的最后一条消息，然而王芳却急匆匆截了几张图。第二天选课日，302宿舍，周婷像往常一样去冲澡。她熟练拿起那瓶樱花洗发水，挤出一大坨往湿漉漉的头发上抹去。可就在她吹干头发准备化妆时，头皮突然传来一阵奇痒，她下意识挠了挠，结果更痒了。那感觉就像无数蚂蚁在头皮下钻，还带着灼热感。怎么回事？周婷烦躁地用力抓挠，下一秒，几根粉色头发从指缝飘落，紧接着是10几根、几10根。她只是轻轻一抓，一小撮头发就这么掉下来。一声尖叫在卫浴间炸响。怎么了，婷婷？门外的李娜被吓了一跳，赶紧拍门。周婷却没回答，她死死盯着镜子，颤抖着手拨开刘海，那里竟露出几块泛红的头皮，上面还冒着细小的疹子，像被虫子啃过的草坪，斑驳又丑陋。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凄厉的尖叫终于冲破喉咙。砰！卫浴间的门被猛地撞开，周婷冲了出来，双手疯狂抓着头皮，像是要把皮肉都撕下来。她冲到梳妆台前，抓起镜子一遍遍确认，那引以为傲的长发正成片的脱落。完了，她这副样子要是被浩哥知道，这几天绝对不能出门。婷婷，你到底怎么了？门外李娜的声音带着不耐烦。选课系统快开了，好课都要被抢光了。我没事。周婷的声音隔着门板，含糊不清。你们先去，我感冒了，今天不出门，你们随便帮我选吧。门外两人面面相觑。周婷身体那么好，怎么突然感冒，还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选课机会？毕竟有不少人都会借机去选那些与高等级学生爱好重合的选修课。婷婷，你开门啊，我们进去看看。别进来。门内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我说了我没事，你们快走，别管我。这反常的激烈反应让门外两人彻底愣住，他们又敲了几下门，里面却再没回应。他怎么了？大小姐脾气又犯了吧？不管他，我们走。脚步声远去，宿舍重归寂静。那张公主床上被子隆起一个山包，一动不动。上午9点，图书馆，谢浩然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课程列表。你的必修课系统已经自动排好。他滑动触控板为林岩解释，需要自己选的只有一门体育，每学期至少5门课，想多拿学分可以再加1门选修。林岩坐在他旁边，盯着屏幕上那些陌生的名字。突然他开口，有没有业主心理分析或者安保管控的课程？谢浩然的手指瞬间在触控板上停住，他猛地转头透过镜片看他，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没有这种课。林岩的视线回到屏幕，那27门选修课在他眼里就像无意义的符号。谢浩然沉默几秒，直接拿回电脑控制权。少年手指翻飞，给他选了一门最好过的课，古典音乐流派探源。林岩指着屏幕，这是什么课？少年言简意赅，一半时间都在放音乐。教授年纪很大，不管出勤，期末交一篇报告就行。少女立刻点头，这性价比绝了，就这个。谢浩然又快速浏览体育课列表，体育课我建议你选极限飞盘，场地在学校最偏僻的角落，选的人不多，而且老师只在第1节和最后1节课出现。明白。几分钟后，林岩的选课全部搞定，接着谢浩然开始选自己的课。林岩注意到他的选修课和自己的完全是2个世界，高级程序语言与算法设计，博弈论与社会模型，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每一个都透着一股高深莫测的气息。少年将一门古典哲学逻辑辨析加进课表后，停了一下，他一抬头，正好对上林岩探过来的目光。林岩瞥了眼他的课表，你的课和我的差好多。谢浩然解释，我重修了1年，但课程不用，他并不需要重新选大一的课。言下之意，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在同一间教室。谁知林岩眉头一皱，那我不在的话，你被人欺负了怎么办？谢浩然操控触控板的手指停了下来，原来他是在担心这个。我已经习惯了，而且你也做不了什么，这里是不是可以随便动手的地方？可下一秒，少女拖着腮认真地抛出一个更离谱的方案，我可以跟你一起被欺负。谢浩然愣住了，随即无奈地笑了一下，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居然笑了。欺凌不是数量问题，2个目标比1个目标更显眼，只会增加娱乐效果，并不会分摊伤害。还有，少年顿了顿，语气有些奇怪，我不在的时候，不要被别人给骗了。他打量着身侧的少女，怎么看都觉得这姑娘用点吃的就能骗走。听到这话，林岩眨了眨眼，语气认真，没人会骗我。曾经有几个不交尾款的雇主，坟头草都几米高了。好吧。谢浩然无奈点头，不过不要乱跟别人去奇怪的地方。还有，马上周末了，就算是也有不安稳的地方。林岩应了一声，忽然想到什么，你周末有什么安排？谢浩然操控鼠标的手指猛地一顿，我有一个校外的兼职。兼职？林岩重复这个词。在城西一个仓库帮忙搬东西整理货架，一天8个小时，120块。林岩听完心里迅速一算，1个小时15块。星期六吗？那我星期六也要去兼职。他话锋一转，那星期天你有安排吗？没有安排，我会在图书馆一个人，像过去无数个周末一样。谁知林岩立刻发出邀请，那你跟我一起去买东西吧，我请你吃饭。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林岩满意地点点头。谢浩然选好自己的课，合上电脑，你打算买什么？必需品，衣服裤子。林岩回答，我之前买的那些你说质量不好。谢浩然站起身，将电脑放回背包。那周日早上9点我在你宿舍楼下等你。接着他补充一句，不要去商业街，我带你去个地方。选课结束后走出图书馆时，天色已暗，竟然还下起雨。谢浩然有事先走，林岩则独自返回。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一下，月探头点 GPG， 月怎么不回消息？林岩看了一眼，是吴月在。月，你为什么没有头像呀？用的也是微信默认名称。拍头点 GPG， 林岩的微信头像确实是灰色默认人头，名字都没改，这样不好吗？对方几乎秒回，月也不是不好，就是你不觉得这个灰色的头像跟你本人不太搭吗？同学，你明明很可爱，
可怜点 GPG。不等林岩回复，一条新消息又弹了出来：月，换个头像和名字吧，不然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吴越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一个200元的转账直接发了过来，而红包封面赫然写着2个字：经费。月，去买个好看的付费头像。月，乖了，摸摸头点 GPG。少女看着那个红色的方块，立马领取200.00元已存入零钱。好，她回答完就真的点开设置准备换头像，可她的相册里除了系统风景图，就只有那杯柠檬水的照片。林岩思考片刻，直接把头像设置成那杯柠檬水，又修改了名字，冰鲜柠檬水。好了，这次那边持续了一会，正在输入中。月，挺适合你的。林岩不太理解适合在哪。冰鲜柠檬水，月，周6下午3点，学院东门我派人来接你，别迟到。冰鲜柠檬水，好。月，有什么想穿的吗？你喜欢什么裙子？思考点 GPG。冰鲜柠檬水，我想穿我的卫衣。月，卫衣很好，但那天不行。月，喜欢穿什么吗？林岩想了想，直接发了一个链接过去，并嘻嘻：20某某新款保安工作服，秋冬装安保物业制服套装，短袖夏季作训服保安服。那边沉默了，紧，这个不行，不过衣服的事情还是我来解决吧，把你的身高体重还有3围发给我。林岩看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将一串数字发了过去。月，收到了，周6之前衣服会给你，不准再穿你的卫衣，也别想着你的保安服。小狗敲头点 GPG。冰鲜柠檬水，好。对话结束，林岩收起手机回到404宿舍，他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他要调查明天的雇主吴越。对话结束，林岩收起手机回到404宿舍，他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他要调查明天的雇主吴越。结果搜索框刚输入2个字，整个论坛直接炸开，关于吴越的帖子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啊！本届 S 级新生吴越也太帅了吧！下面是一张偷拍照，少年穿着 S 级制服含笑侧头，评论区则是清一色我可以，我可以。紧接着另一个帖子更劲爆，标题：深度分析币区吴家，一个靠娱乐业和奢侈品发家的 No Money。帖子把吴越扒得底朝天，吴氏集团的崛起史，错综复杂的人脉网，甚至吴越从小到大的履历都一清二楚。发帖人是个 A 级，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暴发户的不屑。帖子里提到，吴越成绩顶尖，爱好全是赛车、网球这种烧钱运动，而且在币区时就以更换女友频繁而闻名，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模板。发帖人总结道，但他很聪明，手腕也够硬。林岩面无表情继续下滑，光标掠过一张张照片，赛车服、高尔夫球衫、晚宴礼服，每一张的他都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游刃有余。然而那些商业布局、家族联姻的分析，他一个字都看不懂，他只精准捕捉到几个关键词：币区、New Money、出手阔绰、截屏。信息足够了，他立刻关掉论坛，打开浏览器。第一个词条：马场派对是什么？图片里男男女女穿着华丽礼服在草坪上举着高脚杯，这是一种高端社交活动。他又输入第2个词条：临时保镖女伴的职责，结果瞬间弹出1保持优雅，作为雇主身份的延伸；2确保安全，应对潜在冲突；3过滤骚扰，为雇主挡掉麻烦；4绝对服从听从指令。这些职责在他看来就是4个词：站岗护卫、过滤执行。这和他过去的某些任务性质相似，只不过场景从暗巷废墟换成阳光草坪，他完全可以胜任，搞定明天的委托。现在该办正事，新生周最后一项活动，毛遂自荐。他放下手机，开始整理背包，从夹层里拿出一张 A4 纸，上面是他精心准备的申请书。接着他将纸仔细对折，和一个神秘东西一起放进口袋，然后换上那套熟悉的黑色作战服，长发利落束好，最后戴上那双黑色手套，准备就绪。夜幕降临 ，S 级宿舍区灯火通明，这里与其说是宿舍，不如说是小型别馆，安保级别堪称地狱。30米一个高清摄像头，3分钟一班巡逻保安，还有覆盖整个区域的红外感应。就在这天罗地网中，一道身影从冬青树林后猛然出现，林岩像一块石头融入阴影，静止不动。他知道这里的红外感应采取的是被动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动态温差变化检测器。他看不到完整的图像，他只能感知移动的温差变化，而且工程师还设置了阈值，信号变化又快又强才会触发警报，所以只要移动速度极慢，就会被当成环境噪音直接过滤。更何况刚刚下过雨，空气中的水汽会削弱他身上的热量，所以林岩只要保持龟速移动，再利用植被掩护，就能完美规避红外感应。剩下的只有摄像头和巡逻保安。30秒后，林岩动右脚抬起空中停3秒，缓缓落下，脚尖先着地再落脚掌，一个跨步，他竟用了整整20秒。10几分钟后，他才正式潜入 S 级宿舍区。接着他死死锁定保安的巡逻路线，2人一组，沿着固定路线巡逻，1圈7分半，中途有3个固定交接点，而他的目标是黎文轩的宿舍，在011栋，那是整个 S 级区域最核心的别墅，安保等级最高，但偏偏离保安亭最近，反而成为巡逻的薄弱环节。当第2轮巡逻的光束消失在拐角，林岩再次移动，他的速度极慢，每一步都经过精确计算，完美避开所有摄像头，利用阴影做掩护。很快下一轮巡逻时间又到，林岩冷静等待光束扫过，2名保安出现，最近管得挺严啊，不然呢？换届的时候都盯着呢。听说这次林家那边动静不小，嘘，少说2句。手电筒的光束渐渐远去，直到声音彻底消失，林岩才从阴影中探出身，万籁俱寂，他像幽灵一样滑出，身体不发出一丝声响，继续维持着那种极度缓慢的步调，朝着011栋别墅移动。这栋别墅是其他 S 级的2倍大，大面积落地玻璃，冷峻的石材外墙，周围没有围墙，只有1人高的灌木篱笆。林岩停在雕塑阴影中，视线快速扫过别墅2楼东南角的一扇窗户亮着灯，那是黎文轩的书房，据说他有深夜阅读的习惯，而这扇窗就是他今晚的目标。可要接近那扇窗，必须穿过一片毫无遮挡的草坪，再向上攀爬，这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一环。草坪上每隔10米就有一盏地灯，外墙上更是带有动态捕捉功能的先进摄像头。林岩静静等待，他在等一个机会。凌晨1点整，别墅区所有非必要的景观灯光，包括草坪上的地灯会准时熄灭，这是学院的规定。届时草坪上的光点应声而灭，整个别墅区的亮度瞬间骤降。就在光线熄灭的瞬间，林岩动了，他身体紧贴地面，
像蛇一样一寸寸向前蠕动，完美融入风吹草动的夜色。屋檐下的半球形摄像头安静旋转，毫无异常。就这样，足足20分钟，林岩终于抵达别墅外墙之下。可就在这时，咔嗒一声，2楼书房的灯竟然亮了，一个身影出现在窗边，是黎文轩。他似乎刚洗完澡，头发还带着湿气。然而男人走到窗边，并没有朝外看，反而伸出手将窗户缝隙推得更大。随后他转身就走，他根本不知道，就在他脚下的窗外，一道漆黑的身影正死死盯着他。书房的灯光是暖黄色的，黎文轩沐浴出来，赫然看到书房桌上竟凭空多出2样东西，一张 A4 纸被工整对折，上面还压着一个深红色的小方盒，那竟然是学生会失窃的专用印泥。瞬间黎文轩的思绪中断，但他没有立刻冲过去，而是先走到窗边向外看去。夜色沉沉，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关窗落锁，摁下一个隐匿按钮，下一秒别墅的最高警报静默封锁瞬间启动，所有门窗全部锁死，热成像扫描覆盖内外，任何多出来的活物都将无所遁形。做完这一切，黎文轩才缓缓走向书桌，他没有直接用手触碰，而是戴上崭新的白手套，甚至还拿出了一把医用级长柄镊子。男人的目光首先落在那个印泥盒上，他用镊子将盒子轻轻翻转，盒子底部一串编号赫然在目 XSHY002，这串编号竟和他在资产清单上标记为失窃印章的那件物品完全一致。他放下印泥盒，视线移向那张被折叠的过分工整的 A4 纸。黎文轩深吸一口气，用镊子尖端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将它展开，谁知纸上没有威胁，更没有勒索，而是一行大字：安保服务及危机处理方案提供申请书。您好，黎文轩先生，鉴于您当前面临的复杂安全环境，本人现向您提交服务申请。男人瞳孔骤缩，只见下面的业务范围更是炸裂：1、物理清账，可选择永久性或非永久性解决方案；2、信息壁垒，确保您的公众形象完美无瑕；3、环境渗透，在您指定的任何场所进行物理信息层面的绝对掌控；4、危机预警与干预。不仅如此，申请书下面还有更炸裂的服务优势：绝对高效且保密，定价灵活，甚至最后还备注本次投递即为安保方案实践能力展示的一部分。最后是一个2维码和一个嚣张的落款。黎文轩静静望着这张纸，每个字都认识，但组合起来却像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异语。对方竟突破离家顶级安保，只为递交一份诡异的工作申请。他立刻打开别墅3维监控，将时间轴拉回他进入书房的那一刻。可监控画面里除了保安电器，甚至花圃里的小动物，竟没有任何异常。那个潜入者仿佛是个没有温度、不占体积的幽灵，这绝对是个威胁。对方既然能悄无声息放一张纸，那就能轻轻松松对他做任何事。黎文轩强压下脊椎升起的冰冷，这已经超出了他处理过的任何危机，甚至直逼他的生命安危。他重新拿起那份申请书，目光扫过物理清账、永久性解决方案，这些带着血腥味的词语，而落款一个字母嚣张到了极致，内容是威胁，形式却是示好的意思，这让整件事变得更加荒谬和危险。他死死盯着纸上那个平平无奇的2维码，这可能是整封信里最危险的部分。黎文轩当然不会亲自去扫，他果断拿出一个军用加密通讯设备，立刻下达命令。可就在另一边，刚潜入成功的顶级杀手正巴巴地盯着手机屏幕，等待老板的好友申请。他果断拿出一个军用加密通讯设备，立刻下达命令。可就在另一边，刚潜入成功的顶级杀手正巴巴地盯着手机屏幕，等待老板的好友申请。此刻他只是一个想认真求职的普通少女。然而10分钟后，手机依然安静。可就在他放下手机准备起身时，屏幕突然亮起，叮一声轻响，对方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林岩立刻点开通知，只见申请人的头像是一枚简约的松柏图案，申请人的头像纯黑一片，微信名只有一个字，Shane，而附加消息竟然也只有一个字林岩按下接受，自信地发去一条消息：冰鲜柠檬水，老板这么晚还没睡啊？黄豆滋牙，黄豆滋牙。而屏幕另一边，黎文轩看着这条消息彻底懵了，他刚已经通过那个2维码查清这个只是个 Z 区的 F 级生，正好是那日他一个留有印象的可疑分子。可他万万没想到，对方一开口竟然是老板，还配上2个匪夷所思的表情。他甚至花了2秒钟去回忆黎家是否收购过冰鲜柠檬水的公司，结论是没有。就在这时，对方又发来3朵玫瑰，黎文轩手指微动，决定将计就计，他要撕开对方的伪装。Shane，我想我们应该先谈谈你的服务内容与定价。谁知对面几乎是秒回：冰鲜柠檬水，好的老板，比如昨晚的服务，只送东西，不接触目标一般5万以上。5万？黎文轩的目光瞬间凝固，他黎家的顶级安保难道就值5万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紧接着，对方又发来一条：冰鲜柠檬水，如果要物理清账、永久性的话，则价格翻倍。黎文轩强压怒火：Shane，是吗？那也是冰鲜柠檬水，这个不重要。老板，我叫林岩，我觉得我以后会在安保界很有名。黄豆滋牙，黄豆滋牙。对方竟然直接回避了关于核心问题。黎文轩瞬间断定这绝对是个假身份，可偏偏以他的手段竟查不出这假身份下的任何东西，就像是对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一样。于是他决定结束这场试探。Shane，你的申请书我看过了，但我目前不需要你的服务。他发完消息便将手机丢在一旁，他需要时间来消化今晚获得的信息，并重新部署针对这个的调查方案。然而下一秒手机又震动起来，冰鲜柠檬水，没关系的老板，以后有需要随时联系我。紧接着一张图片发了过来，那是一张用备忘录做的简易名片，白底黑字写着金牌安保林岩，电话号码以31开头，业务范围甚至包括商业清算。黎文轩盯着那张粗制滥造的名片，最终默默点了保存。转眼到了周末，林岩刚晨跑完宿舍门就被敲响，同学，有你的快递，竟是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纸盒，而收件人赫然写着冰鲜柠檬水。林岩瞬间警惕，他仔细检查确认安全后才撕开封条，可盒子打开，里面静静躺着的竟是一套叠放整齐的衣物，除了衣物，盒子里竟然还有一张卡片，上面赫然打印着一行字：惊喜吗？我的临时保镖，把它们穿上，下午3点东门见，别让我失望哦。临时保镖。林岩拿起那条黑色长裙，面料丝滑，
侧面高开叉，好像挺方便活动的。他又拿起那双高跟鞋，鞋跟足有10厘米，这根本不能跑，但尖锐的鞋跟却是近身搏斗的利器。更夸张的是，丝绒盒子里竟是一条钻石项链，他用指甲一划，毫无痕迹。是真的，假不了。林岩默默掏出手机，一件件拍照实物，结果让他瞳孔地震。DX 高定长裙，估价8万；周某某钻石项链，估价12万；鲁某某红底高跟鞋，估价6000，总计超过20万。这竟是他全部身家的230多倍啊！下午2点50分，一辆黑色宾利停在学院东门，车内吴越正不耐烦地等着，他倒要看看那个来自边缘区的 F 级怪人穿上他精心挑选的晚礼服会是怎样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就在这时，一个身影由远及近，吴越下意识坐直身体，可下一秒他直接傻眼，林岩竟然还穿着那身卫衣。他推门下车，冷笑一声：“我的快递服务这么差，还是说我送的盒子是空的？”林岩却摇了摇头：“收到了。”吴越向前一步凑近他，步步紧逼：“收到了，那你怎么就穿着这个来见我？”可少女接下来的动作让他彻底破防，他竟伸手掀起卫衣一角，露出一截光滑的黑色布料，认真的说：“套在下面了，鞋子在包里，太高了，不方便走路。”吴越气到按住眉心，直接下达最后通牒：“上车，给你5分钟，把卫衣脱了，鞋子换上，不然合作到此为止。”闻言，林岩二话不说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门合上，他却没有立刻换衣服，而是目光飞速扫过车内，防弹玻璃，顶级小牛皮座椅，看来这辆车是个移动的堡垒。他很快收回视线，开始脱掉卫衣，黑色的布料被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脚边，下一秒，里面的黑色长裙彻底暴露，简洁的布料完美贴合身形，清晰的锁骨和平直的肩线是一种充满力量感的美，与林岩那张没什么表情甚至有点呆的脸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吴越抱着手臂，静静欣赏着这一幕，突然开口：“项链。”林岩抬头，从卫衣口袋摸出那个丝绒盒子，咔嗒一声扣好，冰凉的钻石贴上皮肤。少年却继续发难，把头发散下来。林岩扯下皮筋，乌黑的长发瞬间披散，他随便一捋，却更添一丝凌乱的美。不错，像点样子了。吴越满意点头，命令司机开车，宾利随即悄无声息地汇入车流。紧接着，吴越开始下达指令：“行程改了，待会儿你什么都不用说，跟在我1米内。如果有人跟我说话我没理，那你就把他拦住。怎么拦？你自己看着办，别弄出太大动静。还有，不准乱吃乱喝。”林岩安静听完，直接系上安全带，闭目养神。这竟是在任务前保存体力。吴越看着他，那条价值不菲的项链随着车辆颠簸，折射出细碎的光。她安静漂亮，却像一个人偶。想到这个形容词，少年忍不住笑了一下，真有意思。40分钟后，宾利驶入一座宏伟庄园，铁衣大门缓缓开启，穿着华丽礼服的宾客三三两两，车子在主建筑前停下，司机立刻下车为吴越拉开门。可就在吴越准备下车时，一个身影比他更快。林岩不知何时已经下车，竟站在司机身旁，半俯着身向他伸出手，这是一个标准到无可挑剔的邀请女伴下车的绅士动作。司机当场石化，吴越更是愣在原地。他看着车外那个身形笔直的少女，一手扶着车门，另一只手伸向他，掌心向上。短暂的错愕后，吴越嘴角疯狂上扬：“我的荣幸。”他将手搭在林岩掌心，借力优雅地站了出来。可他手指顺势一滑，竟反过来与他十指相扣。他能感觉到他掌心传来的温度和力量，就是这只手那天曾死死掐在他的脖子上。吴越侧过头对他眨了眨眼，声音带着一丝玩味：“走吧，我的临时保镖。”接着他便牵着他从容地走向庄园的主建筑。瞬间，所有宾客的目光齐刷刷投来，他们看到吴家小少爷竟牵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她一身极简黑裙，脸上更是毫无表情。众人目光在两人交握的手上停顿一瞬，各种议论声瞬间炸开：“那女孩谁啊？圈里没见过，吴少的新宠吧？气质真冷。”可林岩却自动过滤掉所有噪音，他的注意力全在周围的环境上。这种场合他参与过无数次，但以前都是在高楼架枪或者在隔间等待目标，而这一次他竟是第一次作为安保人员登场。就在这时，一个油腻的声音传来：“哟，岳哥，你可算来了。”是李琦。他端着香槟，满脸堆笑迎上来。然而吴越脚步不停，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可李琦不死心，尽快走几步，直接凑到吴越侧前方：“岳哥，林少他们在露台，我带你。”然而话没说完，他便再也说不下去。一个黑色的身影竟无声无息地横在他和吴越之间，是林岩。他不知何时松开吴越的手，极其自然地挡住李琦的去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静地看着他，黑色的瞳孔毫无情绪，就像看着一块石头。这一下，李琦感觉一股莫名的寒意，让他当场闭嘴。吴越这才停下脚步，笑得一脸懒散：“李琦，我女伴不喜欢你，还不让开。”周围看好戏的目光瞬间聚焦，李琦吓得结结巴巴，几乎是落荒而逃。吴越这才重新牵起林岩的手，踏入主建筑大厅。水晶灯璀璨，衣香鬓影，他一出现立刻成为全场焦点。阿月这边，一个银灰色西装的青年走来，他叫林浩，是金字塔间的核心人物。林浩的目光落在林岩身上，带着审视：“阿月，这位是？”吴越笑了笑，回答的滴水不漏：“我的女伴林岩。”他只说了名字，却没提任何背景，这反而更引人遐想。林岩只是对着他们点了下头，便安静站在吴越身边，一言不发。林浩重复着林岩这个名字，竟觉得有点意思。他礼貌性的举了举杯，话题便很快切换到商业项目。接着，一群人走向露台，话题从赛道项目又转到下个月的艺术品拍卖会。林岩被吴越牵着，安静的跟在其中，像一个沉默而美丽的影子。就在这时，吴越竟松开了林岩的手：“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走。”他低声一句，便转身走向露台另一角，留下林岩独自一人。自由了。林岩瞬间开启工作模式，他的视线越过人群，精准锁定远处草坪的几个安保，站姿松散，注意力不集中，存在多个漏洞。他眯起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些家伙工资多少？其中一个保安甚至在揉后腰。林岩瞬间对他产生浓厚兴趣，这个动作说明他工作很久，肯定懂得多。下一秒，他端起一杯苏打水，径直朝着那个保安走去，步伐稳健，穿过人群，就像一个普通宾客。保安也注意到他，一个穿着昂贵礼服的少女正笔直走来，他瞬间站直身体，迅速放下揉腰的手：“女士，晚上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而林岩在他面前2米处停下，开口就是：“王炸，你工资多少？”